男人每天喂猪时，都会故意漏一小团猪食掉在地上，即便被人责骂也并不反驳，反而内心窃喜不已。整天病怏怏的，不知道的还以为老娘怎么虐待你了。你那死鬼爹娘走得早，要不是老娘从牙缝里挤出点吃食，你早就饿死了。是，侄儿多谢婶婶活命之恩。喂完猪就赶紧去后山砍柴，你堂弟快起来了，要是没热水洗脸，你中午也别吃饭了。侄儿马上就去。这边男人一边陪笑一边后退，岂料刚转身出门，又悄悄转回了猪圈，趁着四下无人，立刻蹲下，捡起了那一小团早已凝固的猪食塞进嘴里。反正猪吃了猪食，长出来的肉也是要给人吃的，我这直接吃猪食就和吃了猪肉差不多，只要能活下来，就算吃点猪食，受点屈辱又算什么？年关将至，北风如刀，天地间一片死寂。虾仁一身单衣孤独地走在烽火中，父母早亡，婶婶一家常年虐待，此刻的他仿佛一只弱小的蚂蚁，垂死挣扎在这弱肉强食的世界里。这些柴火应该够交差了，走了7、8里路，总算没白跑一趟。现在的时节想捡点柴并不容易，家家户户都要烧柴火过冬。虾仁忙了大半天才从雪地里挖出这些救命的柴火，但命运往往在最绝望的时候给人希望。什么东西这么硬？好厉害，我的血居然被吸进去了。平日里也没个喝水的玩意，热葫芦正好有用，不过这东西也太大了，如果能小点就好了。心中才刚刚升起这个念头，不可思议的事情就发生了，眼前的葫芦竟然真的缩小了一大圈。这怎么可能？我不会在做梦吧？那个谁，你能不能再小点？对，再小点。伴随着一阵头晕眼花，黄皮葫芦竟然真的缩小到大拇指左右。虾仁见状，赶忙将它塞进衣服夹层，随后扛起柴火，艰难地向着婶婶家走去。还没到家门口，便听到了熟悉的咒骂声。到家门口了还磨磨蹭蹭的，一天除了吃你还知道什么？才捡这么点柴火，够烧几个时辰？等到忙完家里家外一切杂活，天已经完全黑了。沈娘一家子早就钻进了暖烘烘的被窝，虾仁躺在稻草堆里，小心翼翼地取出葫芦，随着心念一动，葫芦瞬间变成手掌大小。虾仁仰头一喝，竟然甘甜无比。泽西村周边全都是苦水，它竟然能把水变甜。目前来看，这葫芦绝对是个宝贝。第二天清晨，虾仁一觉醒来就发现了更加震撼的事情，身下的稻草之中竟然看到一抹绿色，稻草中的一粒干瘪种子竟然发芽了，还长出了2、3分长的嫩芽。手摸到这把稻草，似乎有点湿润。这是什么情况？大冬天的，所有绿叶子都被冻死了，更别说种子发芽。手摸到这把稻草，似乎有点湿润。看着眼前的新绿，虾仁回想起来昨晚自己抱着小葫芦喝水，似乎洒了一些出来，正好滴在了这堆干瘪的稻草上。难道是溪水装进葫芦之后，就开始有了某种神效？想到这里，虾仁赶紧又找来3粒干瘪的稻谷，放在不起眼的墙角，随后往上浇了点葫芦水。虾二狗，太阳都他娘晒屁股了，你还在躺尸呢？赶紧起来挑水烧柴，一天天吃我的喝我的，净想着偷懒是吧？伴随着婶婶的咆哮，虾仁赶紧出门。大伯家里2大3小共5口人，堂兄张有良比自己高1个头，拜在县城正武堂中习武多年，一顿能吃10斤肉，一壶能打死1头牛。堂弟张有信比自己略小，在私塾中跟着先生念书，还有一个堂妹才7岁，和自己最亲近。不过因为是女孩，经常被婶娘骂做赔钱货。自从秋收后，她总是有干不完的活，只要她多努力干活，堂兄碗里就能多1块肉，堂弟的书包里就能多1支笔。不过自从得到黄皮葫芦以及今天早上的发现，让他对于自己的未来又多了一份想象空间。几天后，4株禾苗在阴暗的房间里茁壮成长，这种本应在春天水田里生长的作物，就这么不讲道理的存活了。这生长速度简直是普通禾苗的10倍。以前我的梦想只是当个佃户，但现在我要像村里首富黄老财一样，当个地主，拥有几百亩地，娶5个媳妇，生10个儿子。发现了葫芦的秘密，虾仁立刻开始在山中秘密种植。在那片乱石堆中，奇迹再次发生，稻谷种子竟然在冰天雪地的乱石中发芽了。但他不知道的是，这只是葫芦神奇力量的冰山一角，更大的秘密和危险正在等待着他。而婶婶家即将发生的事情，将彻底点燃他心中的怒火。为了有口饭吃，男人每天都要偷摸尾随村里首富家的土狗，土狗走他便走，土狗停他也立刻停，一人一狗就这样走了10几里路。终于，土狗舒服的一哆嗦，男人赶忙上前将排泄物一一捡到竹筐中，随后不顾旁人的眼光，更是将多余的排泄物抹在身上，才心满意足的回家。待会回去还是要想办法把柴房也给搞臭才行，到时候就算婶婶骂我，自然会离得远远的，更不可能发现我柴房里的秘密。
原来虾仁在前几天上山砍柴的途中，无意间发现了一只神奇的黄皮葫芦，不仅能把苦涩的溪水变甜，甚至能让干瘪的种子在大冬天发芽，而且生长速度是普通种子的10倍。于是，在柴房不起眼的角落，一个隐秘而伟大的计划正悄然实施着。以前我的梦想只是当个佃户，但现在我要像村里首富黄老财一样，当个地主，拥有几百亩地，娶5个媳妇，生10个儿子。还有1天就要过年了，天降暴雪，滴水成冰，严寒之下，村里卧床等死的人1天就死了3个，但张家今天却是其乐融融。娘，这头猪养得不错，毛重80多斤呢。不错，洗刮干净后，连内脏一起还有50斤肉，足够过肥年了。那谁，小二狗，赶紧去烧水刮毛，还有那猪粪赶紧铲走，臭死了。好香啊！已经多久没吃过肉了？我起早摸黑，辛苦养了2年的猪，大伯就算不顾念骨肉亲情，看在功劳上多少也会分我2块肥肉吧。虾仁蹲在土灶边烧，锅里咕嘟咕嘟冒着白气，诱人的肉香传出来，勾得他直吐口水。不多时，饭桌上婶婶开始给每个人分发猪肉。有粮你多吃点，练武的饭量大，不吃饱哪有力气？还有信，你们兄弟俩是全家的希望，以后考个秀才举人，咱家就飞黄腾达了。说话间，婶婶毫不犹豫地给2个儿子装满大盘肥肉，随后也不忘给堂妹盛了一小碗。接下来应该轮到我了吧？哦，婶婶您看我的肉呢？哼，你什么你？锅里还有点汤，你喝了就行了。肉这么贵，哪能随便给人吃？看着锅里那点清汤寡水，虾仁心中五味杂陈。自己辛辛苦苦养了2年的猪，到头来连1块肉都分不到。他娘的！我每天起早贪黑给猪喂食，清理猪圈，这头猪能长这么肥，一半功劳都是我的。接下来的除夕夜，八仙桌上摆满丰盛菜肴，一家人围坐吃团圆饭，而虾仁却只能孤零零站在一旁。等一家人酒足饭饱后，虾仁端起剩下的半碗凉粥，发现底下还藏着几根咸菜丝。咸菜的味道真好啊，还别说，越嚼越有味。不多时，正当虾仁收拾碗筷时，堂妹悄悄走过来，偷偷塞给他一个小包袱。虾哥哥，这是我偷偷留给你的肉，趁热吃，你别告诉娘，不然她又要骂我了。谢谢你，小妹，你是这家里唯一对我好的人。你快点吃吧，我要回去睡觉了，不要被我娘发现了。是夜，虾仁躺在稻草堆上，紧握着小葫芦，小心翼翼地盘算着。这才4粒干瘪的稻谷就收了300多粒，回报比例远远超过正常种地了。墙上还有2双新草鞋，床脚下还压着10几文钱，都是偷偷攒下来的，全部家当。快了，离心目中的期盼越来越近了。在大伯家这么多年，唯有堂妹把虾仁当亲人看待，身边的包里还带着一丝温热。打开包，撕下一条瘦肉丝扔进嘴里，细细的咀嚼。我算是看明白了，在这个家里，我永远是个外人，永远都是免费的劳动力，靠人不如靠己。这些种子和怀里的黄皮葫芦，才是我将来吃上肉的希望。就在虾仁享受猪肉美味的时候，房门被一脚踹开了。只见婶娘怒气冲冲，手里还拿着一根柴火棒子。你个杀千刀的，竟然敢偷吃！婶婶怒气冲冲地闯了进来，是要夺回虾仁手上的猪肉，而虾仁却抵死不从，背对婶婶，把手上的猪肉拼命往嘴里塞。反正这一顿暴打是避免不了的，不能白挨，把到手的肉吃掉再说。你个杀千刀的，今天敢偷肉，明天就敢偷家里的金银。对于婶婶的责骂，虾仁从小到大早习惯了，毕竟忍忍就过去。随着2人的拉锯战进入白热化，虾仁被逼到床沿，退无可退。婶婶娘却仍然不肯放过。突然，她停住了手上的动作，眼睛盯着草席的一角，草席下方露出几枚铜钱。好啊，老娘供你吃供你喝，养了你10来年，到头来还要偷老娘的钱，没想到竟然养了你这么一只白眼狼。婶婶，这是我自己的。你的？你天天干活，哪来的钱？分明是偷老娘的。婶婶说着就要上去收缴虾仁的钱财，虾仁哪里肯答应，一把将婶婶往外一推，正好把她推倒在地上。于是乎，婶婶嚎叫声响彻田地，简直比白天杀的那头黑猪还嚎得凶。最先来的是堂兄，进门之后当风就是一脚把虾仁踹翻在地。饱读诗书的堂弟冲到近前，也趁机在虾仁身上一顿踢踹。大哥二哥，别打了，肉是我偷的。堂妹想要拉住2个兄长，却被婶娘一把拽开扔到一边。打死这个白眼狼！要不是老娘当年好心收留，你早就饿死了。打死你个忘恩负义的东西！婶娘这时也不好了，双手叉腰在一旁破口大骂。虾仁只觉得头晕脑胀，精神迷糊。从小到大这么多年的遭遇历历在目，5岁父母双亡，6岁开始每天活得比狗都不如，吃不饱穿不暖，甚至还要偷吃猪食果腹，至今连一条完整的裤子都没有，一股悲愤涌上心头。忘恩负义的是你们，是你们霸占了我父母的财产，你们一个个成天吃喝享乐，让我给你们当牛做马。
咆哮着说出一直积压在心底的秘密之后，虾仁知道自己完了，房间里也顿时陷入了死寂。既然你早已知道这一切，那我们今日必不可能放过你，给我往死里打！住手！再打就要出人命了。可是他知道了。婶婶还想说话，却被大伯制止。都是一家人，出了人命传出去，难免被人嚼舌根。大家乡里乡亲的颜面上不好看，少不了还要吃官司。原来大伯并不是真关心虾仁的性命，而是怕打死人传出去被人说闲话，面子上不好看，还要花钱打点官府。虾仁，我把你从5岁养至今年15岁，已经足10个年头。作为你的大伯，我已是仁至义尽。从今以后，你走你的阳关道，你的死活与我张家无关。话音刚落，大伯便示意堂哥堂弟将虾仁抓住。随着张家房门紧闭的声音，虾仁已被扔出了屋外。爹爹，现在外面冰天雪地，他一个人到外面冻也冻死了。一声清脆的耳光从屋内传来。家里的事自有你爹爹和兄长做主，什么时候轮到你个女子说话了？今日他偷我张家钱粮，被逐出家门，日后就算死在外面，又与我们何干？冰天雪地中，只余虾仁趴在地上瑟瑟发抖，回首过往，皆是被大伯一家虐待的场景。至此，少年心已死，而衣服里温热的葫芦，以及后山那片绿油油的小禾苗，即将为他带来继续活下去的希望。趴在地上的虾仁喘了很久，才终于挣扎着站起身来。现在他浑身剧痛，肋骨好像也断了，摸了摸夹衣，幸好那只黄皮葫芦还在。打开盖子，咕咚咕咚灌了好几口，才勉强有了点力气。大雪漫天，虾仁一路艰难地走着，脑海中全是这10年在大伯家当牛做马的日子。现在他唯一的希望就是雪地里那片禾苗。我去，这么多禾苗长势如此之好，好多都已经抽穗灌浆了。幸亏现在下大雪，又正是过年，没人上山，自然不用担心被人发现。在生嚼了几根稻穗后，虾仁身体渐渐有了些力气，于是他又在雪地中清理出空地，撒下更多稻谷，用葫芦水浇灌。转眼就到了正月15，虾仁身上的伤已无大碍。经过这半个月的劳作，本来需要半年才成熟的禾苗，竟然用了10来天就能成熟收割。最早种下的几批已经获得大丰收。过了今天，春耕就要开始了，我得想办法把这些粮食卖掉，然后去租一块地，只有那样才能真正安定下来。三岔子镇距离大伯家20里路，是虾仁从小到大去过最远的地方。镇上很繁华，有很多青砖青瓦的房子，集市里人来人往。虾仁找了一小块空地，刚解开袋口，露出金黄的稻谷，立即就吸引了周边无数目光。小伙子，你这稻谷怎么卖？25文一升，大叔要买点吗？这些稻谷还真不错，完全可以用来做种子。很快，两人的对话便引起了旁人的注意。粮食作为硬通货本就非常好卖，再加上虾仁这些稻谷颗粒饱满，品质极佳。一会功夫再看麻袋里面已是空空如也。夕阳西下，当虾仁再次走出三岔子镇时，肩上已经扛着一把崭新的锄头，手里还额外拎了一串猪肉，一路哼着小曲来到了地主黄老财家，正巧碰见黄老财出门。你小子居然还活着呢！听你大伯说，你一直闹着要分家当干，一气之下离家出走了。什么离家出走？我是被他们扔出家门的。这大雪天的你是怎么过的？快进来，快进来！你说你来就来呗，还给我带什么猪肉？黄老财嘴里说着不客气，手上却很热情地把虾仁那一串肥肉接了过去。黄老爷，我来是有件事求您。是饿肚子吧？今天厨房刚做好的馒头，等会儿我叫人给你装2个。我不要您的馒头，我要租你的田。黄老财一见到虾仁提着猪肉登门，便已猜出了几分。过完年上门求他的，无非就是租地或者是借贷。眼前这小子还没成年人的肩膀高，如果种不好的，到时候恐怕连租子都收不上来。孩子，你今年几岁了？回黄老爷，我今年15了。孩子，不是我看不起你，你说你这小胳膊小腿的种得了地，你也别怪我说话难听。你要种不好，那我到时候连租子都收不上，你说是吧？一听此话，虾仁立刻挺起单薄的手，试图证明自己的实力。黄老爷，你放心，我这些年每天都在地里干活，对于种地这行当，我比谁都清楚。你这么一说，我倒想起来了，你大伯家里的地都是你种的，可是不巧，去年大家退回来的地，这几天都已经租出去了。为年虾仁心中一凉，没有地，他空有一只宝葫芦，却无法施展。真是一点也没有嘛，哪怕半亩也行啊。说着，目光看向黄老财手上的肥肉，如果租不到地，这块肥肉就亏大了。黄老财也看了眼手里的肥肉，还回去是怎么也舍不得的，但拿人家的手软，思索了一下，这才一拍脑袋，恍然大悟。瞧我这记性，想起来了，确实还有一块地，不过这块地太荒了，而且位置也远，你要不要？
没关系，我不怕，只要有一块地就行，不知在哪里。在蛇口山。蛇口山这个地方，虾仁知道，周围几乎没有水源，山上的石头比土还多，简直就是地狱级别难度。之前租那人前几天死了，现在租给你。老规矩，头3年每年只要5斗粮食。当然，如果你能在蛇口山上开垦出新的荒地，头3年老爷我直接免租。一言为定，这地我租了。走出皇家的时候，天色已经开始转黑，村里稀稀拉拉的几个行人正在往家走。就在转过一座屋角时，虾仁差点跟对面的人撞了个满怀。我说你小子没长眼睛啊！是你小子没长吧？你居然……大伯家的老二看到虾仁的那一刻，惊疑的半天说不出话。我怎么了？很好奇，我怎么没死掉？是不是？今天老子先收点利息，过几天连你哥一起收拾。少年，老夫观你根骨不凡，将来必成大器。先生是在跟我说话吗？当然是你，不过你小子虽根骨不凡，终究缺少高人指点，恐怕将一事无成。虾仁听老头讲话文绉绉的，跟教书的先生一样，心中升起一股敬意。请老先生指点。老夫今天先指点你认2个字，你看旗帜上这3个字。第一个木下有子，念作李；最后一个人在山上，念作仙。李半仙。虾仁喃喃地念了一遍，脸上火辣辣的，这才意识到旗帜上才3个字，刚才自己居然认错了2个。原来您老人家就是大名鼎鼎的李半仙。李半仙能写会算，学问渊博，大家平时有点头疼脑热，小孩夜啼、婚丧嫁娶会找他，据说极为灵验。区区虚名，不足挂齿。少年，我观你天庭饱满，地阁方圆，原本也是大富大贵之命，奈何？李半仙话说到一半，紧接着叹一口气，做出一副高深莫测的样子。算得真准，怪被大家称作老神仙。要不是父母暴亡，家里有几10亩地，原本我至少也是小富之家。就在虾仁打算继续向李半仙请教的时候，街道尽头传来一些锣鼓声，声音越来越近，前方锣鼓喧天，人声鼎沸，很多人凑着热闹向前跑去。老先生，那边好不热闹，我好想去看看。终是少年心性。虾仁没等李半仙回话，立刻好奇跟过去看热闹。原来今日是本届的武秀才放榜，三岔子镇这边有人成功考上了武秀才。不知道谁家的祖坟冒青烟，考上秀才老爷。秀才见官不贵，免徭役减赋税，当真是光宗耀祖啊！听闻武秀才考试第1项必须举起500斤巨石，你有这种天赋吗？扛一石到骨，勾肋成狗，什么样的人有这么大本事？铜锣声开道，一群人簇拥着一名少年走来。少年方面大胆，胸前带着一朵大红花，意气风发。竟然是堂兄张有良，竟然让他当上了武秀才，以后不得更加欺负我？此时堂兄满面春风，身边围着10几个乡绅模样的人套近乎，突然眼光扫到挤在人群中的虾仁，很明显，张有良眼神中感受到那股不屑，仿佛自己已经不配被他正视。先生，我也想考武秀才，有办法吗？既然堂兄考得，你也未尝不可。官府每年都会举办1次考试，交一笔钱就能参加。先生怎么知道那是我堂兄？先生真是神仙，还请李先生给我算一卦。这命格，小子，10文钱还你，老夫宁愿不赚这个钱。求先生指点迷津。你走吧，天机不可泄露。先生是嫌钱少了。说完，虾仁一咬牙，狠心将50文放在桌上，随后一脸殷切地望向李半仙。罢了，老夫就冒着风险做出一个违背祖师爷的决定，向你泄露少许天机。你小子命格贵不可言，只要能得名师指点，未来前途不可限量，远不是区一个武秀才可比的。那我该如何学武？张有良能去正武堂习武，当年也是花了大价钱的，而你目前想学也没有门路，必须有人引荐才行。求李先生指点明路。老夫可为你指点1、2，只是你这诚意似乎。请李先生收我为徒。先说好，老夫并没有答应传授你武功，正所谓精诚所至，金石为开。当然老夫也看不上那些个世俗财物，但你是个俗人，俗人表达诚意最好的方法。最好的方法是交钱，这个我懂。
小子悟性很高嘛。若是你诚心想学，首先需奉上一份拜师礼，后举行拜师仪式，每年再奉上白银10两，上好的猪肥膘肉10斤，美酒2盘，精白的大米1石，肥鸡1只，大鹅1只。这要多少钱啊？老夫说了，咱并不是贪图你的财物，只是想看一下你的诚意够不够。仅仅这笔表示诚意的费用，以虾仁目前的财力就拿不出来。除此之外，学武日常开销也很大。就说张有良每天都要吃3顿白米饭，一顿能吃好几碗，隔3差5还要吃1顿肉，没点家底早就吃穷了。师傅，我明白了，我一定要攒够钱来找您拜师学武。告别了李半仙的算命摊，虾仁又去成衣铺买了一套崭新的棉衣棉裤，全身暖和舒适，腰里还藏着1000多文钱。长这么大，他还从来没有如此富裕过。若是往常，他早就高兴得1蹦3尺高了，但今天他无论如何也高兴不起来。堂兄考上了武秀才，我也得考上，不然一辈子我都抬不起头。这次回到蛇口山，一定要加快开荒，种出更多粮食，然后向李半仙表示诚意，争取尽快拜师学艺。想到这里，虾仁又加快了脚步。可他不知道的是，葫芦的神奇力量将帮助他在短时间内积累惊人的财富，而李半仙的真实身份也远比他想象的更加神秘。虾仁从镇上回到蛇口山的时候，天色已经不早。看来我真是没有吃肉的命，难得又买了块肉，结果又进了那个李半仙的嘴里。好在今日虾仁还带回一口铁锅，可以煮碗米饭应付应付，再配上之前买上的那块苦盐，虽比不上猪肉那般油水，但也算得上快活。昨夜吃了那米饭过后，今早起来全身都有使不尽的力气，莫非又是这葫芦显灵，吃了葫芦里的稻谷还能增长力气不成？后来几天的开荒也印证了虾仁心中的猜想，当地上遍地都是大大小小的石头，其中有些几乎快到300多斤，而他连续搬了几天，身体都没怎么出现疲惫的感觉。再有几日就能开完荒，之后再用这些石头好好改造一下这茅草屋，禾苗一种上就大功告成。转眼间，时间已经过去大半年。随着时间过去，稻田面积越来越宽，而这3亩地的稻田，在这葫芦水的浇灌下，半个月就能收成1茬。换算下来，他每个月几乎能赚到24两银子。干了这么久的活，是时候把这些稻谷拿去卖钱了。卖得的银两拿出一部分给李半仙拜师，剩下的应该都还绰绰有余，正好可以再给自己添置一些东西。第二天一早，虾仁便挑起稻谷下山，而之前他为了不被人发现葫芦的秘密，这条山路早被他破坏得异常难走，连他自己下山都费了好大劲。到了镇上，他就立马直奔周氏粮店，却不料临近秋收，股价已经开始回跌，虾仁也来不及痛心这点小损失，直接将稻谷全部出手。今年真是奇了怪，这么早就开始跌价，眼下还是见好就收为妙。反正葫芦里可以囤不少粮食，还不会坏，等过了秋收再来也不迟。虾仁清点了自己手上的铜钱，加起来已经有24000钱，足够他过得有滋有味了。于是虾仁将手上的铜钱兑成银两，又带上1只老母鸡、10斤猪肉、香烛、2坛美酒，准备齐全后，李半仙便带着他往镇上一间小院走去。李半仙神情严肃地完成一系列仪式，又是点燃香烛，又是对着牌位上的祖宗行大礼。一切完毕后，最后让虾仁向李半仙敬上一杯茶，才算完事。从今天开始，为师便传你绝世武学，但你万万记得不可向外泄露此事。好的，弟子一定谨记师傅的话。你大概识得多少字？只识得几百个字，但师傅放心，我一定会每日刻苦练习。这本书乃是我老李家祖传的绝世武学，你且用这本书来识字，等你学会书上的字以后，正好就能看懂这本武学秘籍，此举乃一箭双雕。师傅英明。紧接着，李半仙对着书看了一回，摆上笔墨纸砚，提笔就在纸上边写边念，最终将写着一大段字的纸条交给了他。你今日先照这上面学着，等你学会纸上这些以后，你再来找我学接下来的内容。虾仁接过纸条，小心地装进自己的兜里，生怕上山的时候弄丢了。回到蛇口山，他便开始用树枝当作笔在地上练习。不到2日的时间，他就已经将纸上50多个字学会了。师傅，虽说我已经识得了这字怎么写，但其中的奥妙我还是一点没领悟到。毕竟这是绝世武学，岂乃你一介凡人能随意读懂？且让为师来给你讲解其中的含义。李半仙照着书一番讲解，讲的嘴角都泛起白沫，虾仁这才大概懂得书上的意思。总的来说，就是得摆出一些奇怪的姿势来引导出体内的元气，接着再打坐稳固元气。回到蛇口山，虾仁立马照做，但不曾想在练功几天后，他正用毅力与心中杂念做着斗争，忽然他感到胸中一阵翻涌，接着一口鲜血从嘴中喷出，下一秒便栽倒在地上，却不料正是这一变故，
虾仁突破了几日来无法突破的封禁，功法在他意识模糊之时打通了他的经脉。再醒来时，只感到体内有一股微弱的暖流在涌动，暖流走到哪里就舒服到哪里。果然师傅说的没错，果然只要勤加修炼，必定能成。激动的虾仁当天便跑下山去找李半仙。看你表情如此激动，可是最近练功又有了进展。我终于修炼入门了，今日打坐后，我体内出现了一股暖流，让我好生舒服。李半仙半信半疑地看着虾仁，这本秘籍他曾经也学过，但他当时练了很久，什么也没发生，纯粹就是骗人的玩意。这些年，李半仙就这样一直做着坑蒙拐骗的勾当，眼下遇到虾仁这个傻小子，不仅让自己吃上了饱饭，还有肉有酒，他忙着高兴还来不及，又怎么想过虾仁这小子真的有所进展？既然如此，你便将我手上这块石头捏成粉末给为师看看。我虽是力气大，但想要捏碎石头，现在也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。连这么简单的事情都做不到，也敢妄言修炼入门？习武之人要戒骄戒躁，切不可狂妄自大。师傅，我错了，还请师傅原谅。罢了罢了，习武之初有这种情况也是正常，但你也别气馁，回去继续按我说的练习，终有一天会修炼入门，考上秀才。今日你且回吧。自从这次被师傅敲打过后，虾仁深知天外有天，戒骄戒躁的道理。回到山上，每天踏踏实实修炼。师傅那么大的本事，从来不显山不露水，自己才学了一点点本事，连入门都不到，可不能再沾沾自喜了。由于上次误了，在经脉中成功生出第一缕气，之后的修炼就是顺水推舟，容易多了。按时修炼，体内这股元气慢慢的壮大，元气所到之处，感觉有一股暖流，很舒服。我这一天到晚的练，体内的运气我是感觉增加了不少，就是我这饭量感觉增加的更多了。我现在一顿吃5碗饭都不够了呢，还好我现在不愁吃。葫芦里储存过的粮食不但会变得更加好吃，还能壮大元气。这稻谷跟普通粮食差别极大，只要吃过一次，绝对能感觉到不同。这粮食我都放在葫芦里了，这卖出去大家都能吃出区别。别人要是问我这个稻谷的来历，该怎么解释呢？真是伤脑筋。过了几天后，虾仁便带着1斗大力丸上了集市，售价10钱1粒。结果他不但1粒都没能卖出去，还受尽了嘲讽。小小年纪不学好，随便弄了点东西就想来行骗。我这里卖的可都是货真价实的药丸，这位大哥，你要是不买，别在这影响我做生意。别人杂耍卖药的都会胸口碎大石，你要不也来展现一下？让谁信你说的是真的？话音刚落，周围的其他人也开始起哄，搞得被围在中间的虾仁灰头土脸。眼见凑上来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，虾仁只好草草收摊了事，飞也似的离开了集市。凭什么别人卖假药都能卖出去，到了我这真药反而卖不出去了？惆怅之际，虾仁发现自己正好经过蛇溪村，下意识的就想加快脚步，却发现在远处村口，一个用红丝带扎着双丫鬟的少女正蹦蹦跳跳的向他跑来。虾仁眯眼一看，这不正是他的堂妹吗？哥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你现在有饭吃吗？不饿啊，你等我回家给你拿些剩饭出来给你。哥已经和之前不一样了，现在哥在蛇口山租了几亩地，又种上了一些稻谷，已经不愁吃不愁喝了。哦，那就好。你都不知道，自从你走了以后，我有多担心你。虾仁笑着摸了摸妹妹的头，大半年没见，妹妹不仅长高了一些，他还差点没认出来，但两人还是像以前那样，说话间没有半点生分。哥，我听说蛇口山上有蛇妖，你在那上面见过没有啊？傻妹妹，那都是老人编出来吓唬小孩子的，怎么可能会是真的呢？哦，对了，你还记得你上次打了二哥不？那天他在家里哭了1天都没出门，连学堂都没去哩。虾仁立刻回想起那次在街上打了张有良的场景，如今得知这个情况，心中又是不自觉一阵得意。还有，你也要记得小心一点。我大哥说要打你，还说见一次就打一次。我现在可不怕他，他要是真敢来，我就给他揍回去，谁打谁还不一定呢。两人站在路边聊了好久，准备离开的时候，虾仁想起自己没卖出的那些大力丸，既然卖不出去，那便送给堂妹当零嘴罢了。哥，你这都是从哪来的？这叫做大力丸，我刚在街上买的，据说吃了能胸口碎大石，厉害不？哎呀，你这是被人给忽悠了，这不但颜色不对，闻起来还没点药味。走，我跟你上街找人把钱要回来。算了，那人早走了，你就自己留着吃吧，万一有效果呢？妹妹心有不甘地看了看他，最后还是答应作罢。接着将那大力丸送入嘴中，发现味道确实不错，不仅筋道，还越嚼越香。妹啊，哥今天就先走了，你照顾好自己，改天有时间哥再回来找你玩。
虾仁与妹妹告别以后，又顺道去了黄老财家。一进门便看见满院都堆满了金灿灿的稻谷，还没来得及惊讶，屋内的黄老财就笑盈盈地走出来。虾仁，你来的正好，5天后你随我去县城一趟。从小到大，我最远也只是到过这3岔子镇，没想到自己一来就撞到这种好事。好嘞，东家，这次去县城是有什么事情吗？这最近不是正好秋收，我得到县衙上交粮税，人手不够，得找大家过来帮忙。原来如此，东家你放心，到时候我必定来。我就知道虾仁你这小子懂事。行了，你今天没什么事，你先回去准备准备吧。回去路上，虾仁想起之前镇上人口中描述的县城，听说那的房子有2、3层楼，还有马车和说书唱曲杂耍的人。这时虾仁灵光一闪，正好可以把我的那些大力丸带到城里卖着试试。这镇上的人不认得这大力丸，说不定城里就有人识货。虾仁当即将这个打算划入了这次行程。但在出发之前，他还有几件必做的事情。首先就是搬来石头和金子，将蛇口山的路给堵住，以防外出期间有人偷家。其次就是把家里值钱的家红土都装进葫芦里，最后再给自己好好收拾一番。要是自己就这样灰头土脸的进城，保不准被人嘲笑是乡下人。于是虾仁将自己衣服开线的地方仔细缝好，又跳进蛇溪里洗了个澡，再把头发梳得整齐，换上一双新的草鞋。走出街上的时候，他甚至听见有人说他不知是哪家的新郎官。东家，我来交租了。这一声叫唤并没有把黄老财叫出来，虾仁便放下担子自己走进了院子里。奇怪，这大早上的黄老财跑上哪去了？不料这时迎面撞上黄老财家的二闺女。目光对视的时候，他感觉到对方的眼睛亮了一下。说起黄老财家这二闺女，脸圆圆的，腰圆圆的，屁股也圆圆的，村里不少闲汉都打着他的主意。虾仁这小子没见过什么美人，与对方也仅是对视这一眼，就脸红的低下头，不敢再抬头看。此时黄老财院内聚集了10几名佃户，都是上来交租来的。哟，原来是虾仁来了，好几年不见，虾仁这是越长越俊了。这么高，该合适娶个媳妇了。哟，这小子还脸红了。这时其中一名叫做来福的佃户走上前，拍着虾仁的肩膀说：这次进城，老哥带你去按门子玩，几文钱就能让你过一把当男人的瘾。虾仁心想这按门子是什么东西，怎么从来也没听过这东西，但很快从他们意味深长的笑容里立马明白了，原来指的是男女间的那种事，顿时羞得说不上话来。这时吱呀一声，里间的一扇门打开，虾仁转头看去，竟看见堂哥张有良铁青着脸走出来，还虾仁瞪了一眼。周围其他佃户见着他，忙不迭上去一口一个张老的叫着，而张有良只从鼻孔里嗯了一声，也没多看众人一眼。都是乡里乡亲的，摆副架子给谁看啊？嘘，别乱说，人家现在可是秀才老爷，咱们可得罪不起。大家伙都久等了，咱们现在就出发县城吧。黄老财指挥着众人把粮食装到车上，接着就沿着官道上路。一辆车装3担稻谷，差不多得有300多斤。虾仁现在独自推一辆车，走了快10几里路，仍然感觉很轻松。当他觉得手臂酸麻的时候，就暗中运转李半仙传授的功夫，将元气运输到手臂上，这酥麻感便消失不见，而且手上的力量也增强许多。一路上别人换了好几次手，只有他一直没有换过。蛇溪镇到县城路途遥远，早上出发，傍晚时分才赶到县城。街道两边都是一些店铺，裁缝店、糖果糕点店应有尽有。虾仁头一回看见这么多花花绿绿的店铺，感觉极为新鲜。路过一道半掩着的木门时，他探头想看看里面卖什么东西，却见门内走出一名女子，拉着他的手道：小哥，快进来玩呀！这就是他们说的按门子吧？多谢婶婶，我下次再来。虾仁，你怎么不进去呢？里面可好玩了。别着急，等晚上我再带你来玩，只要5个铜板就能开荤。是啊，饭可以少吃2顿，大老远的可不能白来。这些人平常抠抠搜搜的，菜里放点盐都不舍得，没想到现在居然舍得花5个铜板，就为了做这种事情。14岁的他暂时还无法理解这种行为，只觉得不如拿钱买个肉包子吃。接下来的路又遇到好几扇半掩着的门，虾仁是不敢再探头观看了。但虾仁注意到街边有一家药材铺子，便在心中记了下来。一直到晚上，众人在空地扎火准备过夜，好几个佃户勾肩搭背在一块，神神秘秘的又在商量些什么。虾仁，走，带你去开荤。我不去。虾仁虽有些好奇心理，但他哪里敢明目张胆去做这种事？几人见他这副窘迫的样子，便又一阵哄笑，然后勾肩搭背的走了。不过在他们离开不久之后，虾仁也跟黄老财打了个招呼，独自离开。当然他不是为了去找按门子，而是去找今天看见的那家药店。你是要堕胎还是治花柳？我不用堕胎，也没病。没病你来干啥？小小年纪不学好，染上了花柳还不承认。我真的没病，我就是想来，你这么问有没有药材？
在出发之前，虾仁还找李半仙请教了一些药材知识，李半仙便向他介绍了一些滋补强身的药材，例如人参、黄金、灵芝这些。不过这些药材生长时间长，价格还极其昂贵。虾仁想着，既然这样，最好能买到种子，毕竟他有着那只宝葫芦，种起来也不是难事。你这里有人参卖吗？人参，别说我这里没有，说安昌县的人参大都在县太爷手里，说余下的1、2株也被洪安堂买走了。虾仁记下洪安堂这个名字，准备待会再去那看看。最后虾仁只买到一小包，据说是肉苁蓉的种子。老头悄悄告诉他，此物能大补肾阳，但是只能生于荒漠之中。临走时，虾仁还不忘推销一番自己的大力丸，结果意料之中的被老头拒绝。我想来买点药材。这时，虾仁瞥见门口又进来一位青衣男子，这人正是张有良。虾仁不愿与他见面，连忙转过身去。我要的培元固本丸现在有货了吗？正好，我们前天刚进了一批。行，给我来2粒。张有良从袖中掏出2锭银子，接着便接过一个小瓷瓶走了。这个培元固本丸是什么药？这是本店秘制的一种药丸，能强身健体，大补元气，尤其对于习武之人有极大帮助。哦，你身后那个药柜，能给我看一下吗？虾仁指着一个写着人参的抽屉，学徒便立马拉出给他查看。这人参怎么卖啊？这株是10年前的野山参，卖20两银子。虾仁一听价格，顿时大吃一惊，但也更加坚定了要种人参的心。好在人参籽的价格不贵，虾仁便让学徒把所有的人参籽都倒出来，一共3钱半，他全部都买下了。除此之外，他还买了一些黄金的种子。第二天，众人因上衙门交税的人太多，排了1日都没能排到，只好再在县城待1天。虾仁便打算趁机再去销售一下自己的大力丸。昨日去洪安堂时，虾仁有留意附近的店铺，在街道尽头就有另外一家，叫做回春堂。你是这里的郎中吗？是啊，别看我年轻，我3岁识字，5岁学药，7岁学医。虾仁眼见这位郎中比较年轻，似乎还挺好说话的样子，便改变了策略。请你帮我看看这枚药丸。此物味甘性温，可益气健脾，强身健体，可列为上品。既然这药丸如此神奇，我这里还有一些这样的药丸，不知道你收不收？收，当然收，有多少要多少。你打算卖多少钱一粒？之前卖10文钱一粒，确实是有点痴心妄想了。反正粮食做成药丸以后，就算卖1文钱也是赚。那就……虾仁掂量一阵，最终伸出3根手指，开价3文钱一粒。好，没问题。居然答应的这么爽快，早知道就开价4文钱了。哎，算了，做人不能太贪心。总共285粒，按30文钱一粒算的话，就是……等等，你说什么？30文一粒？啊？你说的不是30文吗？卖300文就太贵了些。你的药丸虽好，但也不值这个价。比起培元固本丸还是差得远，我最多给你开到50文。行，可以，咱就按50文算。虾仁怎么也没想到自己这些个大力丸能卖出这个价格。青年清点完账后，将白花花的银两放到桌面，虾仁一时还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天老爷，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了。虾仁第一次拿到这么多银两，竟没有第一时间拿去置办家当，而是一次性买了10个大肉包子。此刻来福看着提着2个麻布袋的虾仁，忍不住打趣道：虾仁，你小子疯了，这么大手大脚，小心年底要饿肚子，到时候连稀粥都喝不上。没事的哥，我在家存了很多干野菜，过个冬没问题。其他店户听见这话，纷纷在暗中摇头，这孩子终究是个没有父母管束的，真是太败家了。确实钱还是得花在刀刃上，既然有了这么一笔钱，干脆去探探黄老财的口风，看看愿不愿意把蛇口山那块地卖给我。租人用人的，总归还是拿在自己手里踏实。于是虾仁3口吃完手中的肉包，接着就悄悄去找了黄老财。黄老财正在和城里的老朋友酗酒，虾仁便等待时机，人一走，他马上走了上去。东家，找你有件事想问问，不知方便不方便？什么事？你这地才租没到1年，减租的事就不用问了。哎，东家，我是想问你，这蛇口山的地你卖不卖？啥？你想买？山上都是些石头，连水都没有，你买它干嘛？反正地里都是石头，又不是什么好田，你还不如卖给我算了。这可不行，就算再差的地，那也是留给子孙后代的传家宝，这是没得商量。虾仁见状，只好失落的走开。这一时半会，黄老财是不会改变主意了。或许等到他考上了武秀才，还能有所转机。秋睡觉完后，当日中午就启程访真。刚到半路，天色就已经黑了。咱们好像快到上次被解到的地方了吧？没事，赵大王很有原则，一趟路只接一次。几人正说着，忽然发现一个黑影站在前方，手中还握着一柄明晃晃的刀。前面可是赵大王。在黄老财印象里，
赵大王虽是山贼，但也光明磊落，从不蒙面，因此黄老财缩在人群中央，不敢上前。前方的黑影没有说话，而是提剑向众人走来。一道寒光闪过，最当头的一名辩护人头已经落地。杀人了，快跑啊！弟兄们别慌，他只有一个人，我们一起动手弄死他。大家伙跟我一起用独轮车撞上去。他们有50人，对方只有一个，原以为稳操胜券，结果却是连对方一脚都没能碰到。又是一阵寒光闪过，来福的头颅高高飞起，眼见双方实力悬殊，其他佃户已然没有反抗的欲望，拔腿就跑。虾人立马也跟着想跑，却发现黑衣人已经一刀向自己砍来，虾人连忙抄起手里的独轮车向黑影砸去。吃小爷一车，10几辆独轮车被他轮流丢到半空中，短时间内黑衣人竟真拿他没办法。虾人抓住机会逃跑，但黑衣人的速度也不慢，虾人赶紧调动体内的力气。黑衣人没想到这小子还能忽然提速，这刀便又落空。待他收刀，发现两人距离竟是越拉越远。这边虾人很快就追上前面的黄老财，其他那些佃户一到关键时刻全都跑没了影，只剩下他这老骨头在最后。虾人救我自己小命都难保了，哪里还顾得上你？黄老财，你还是自求多福吧。救我！蛇口山的地。听到这话，虾人突然止住脚步，毫不犹豫地跑回头。这边黑衣人已经追上黄老财，就在那把刀往黄老财脖子上砍去。虾人就向黄老财背上就跑，黑衣人一直在身后紧追不舍。快点，他又来了！眼看又是一刀劈下，你干嘛？虾人及时爆发出一股力量，把距离又拉开一些。渐渐的，虾人速度变慢的同时，黑衣人的速度也在变慢。当两人回到蛇溪村时，天色已经大亮，二人长舒一口气，总算是逃过这一劫。黄老财做人做事还算诚信，但那毕竟是3亩地，真要反悔的话，也不是没可能。好在下一秒，黄老财伸出手，示意虾人到他的床边。虾人，你救了我一命，那3亩地以后就是你的了。多谢东家，从今以后我也是有自家地的人了。但是你救我这一命，只是给你这3亩地还不算什么，我还可以另送你一件大礼，一是把我的二闺女嫁给你，再陪嫁20亩良田。二闺女听到这个安排，顿时羞得低下了头，还悄悄打量着虾人。虾人也是心突突直跳，那可是黄老财家的二闺女，妥妥的村花，换了谁都没办法拒绝。这第2项吗？就是我可以把整座蛇口山作价800两白银卖给你，每年还40两，分20年。黄老财的话说完，在场的所有人都倒吸一口气。这蛇口山大家都不陌生，完全就是一座荒山。这2个选择怎么看都是前一个稳赚不赔。要换做以前，能有几亩自己的地，再娶个媳妇，我这辈子也算得上圆满。但这次进城，我才发现这个世界不只是这小小的蛇溪村和3岔子镇。难道我真的甘心一辈子待在这里吗？不，绝对不会。所以，为了走出这片地方，我必须……他再次看向二闺女，这一次的目光坚定许多。最终，他缓缓说出了那个让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答案：我要买下蛇口山。你。好，从今天开始，蛇口山就算卖给你了，但你一定给我记着，每年必须还款白银40两，1两不能多，1两也不能少，不能提前还款。要是还不起，我就立刻收回蛇口山。至于契约，等我伤势恢复以后，就和你一块去县衙。得嘞，多谢东家。就这样，虾人的身家瞬间多了一座山。回去的路上，他却在琢磨黄老财最后说的话。的确，现在我拿不出这么多钱，那这个分期也合情合理。但是为什么不能多还，又不能提前还清呢？虾人想了好久都无法理解，转眼就回到了蛇口山，看着眼前布满乱石的荒山，当务之急就是将进山的路给堵死。于是第2天，虾人搞定进山的路以后，又想起自己买回来的3种药材种子，当天便捅出一块地下种。过了一段时间，人参和黄金苗长势迅速，只有肉苁蓉不见动静。虾人还以为自己失败了。不料他刚准备把地重新翻耕，改成种黄金的时候，发现泥土之中竟有一根洁白如玉的东西。莫非这就是肉苁蓉？虾人接着又继续挖，最后挖出10几根一样的东西，确定了这就是肉苁蓉。上次那老头说这玩意大补，也不知道是怎么个补法。算了，先装进葫芦里养几天，到时候再拿出来试试。3天后，虾人将这药材取出，炖了一大锅汤，像平常吃饭那样，咬一口黄金，又嚼一口肉苁蓉。吃完下去以后，肚子顿时暖洋洋的，身上还有点热。结果到了半夜，虾人身上憋着一股使不完的劲，越躺越精神，干脆爬起床，扛上锄头就去开荒。结果精力仍然没有被耗尽，虾人躺在床上，各种稀奇古怪的杂念一个个涌上心头。
今年自己也14岁了，要不要10点前找媒人说个媳妇呢？村里和自己差不多年纪的姑娘有12个，但是找谁合适呢？杏花、荷花还是翠花？胡思乱想中，他莫名又想起黄老财家的二闺女，能有那样曼妙的身材，黄老财家的伙食是真好啊！想着想着，虾仁终于睡着了。他做了一个梦，梦到自己和二闺女成了亲。虾仁哥，你怎么才来？快坐到我旁边。虾仁身体不受控制的走去，刚一坐，二闺女就握着虾仁的手往自己的衣服扣子上放，紧接着他开始脱二闺女的衣服。只是奇怪的是，他脱了一件又一件，他身上的衣服怎么也脱不了，急得虾仁抓耳挠腮。等到虾仁以为终于要成功的时候，梦醒了。这该不会是补太狠了吧？还是说这都是昨晚上在梦里急的？不对，虾仁一摸衣服，竟发现湿了一大片。他低头一看，发现不是汗水，红乎乎一片都是鼻血。虾仁猛地坐起，他忽然发现自己身上有些不对劲，今日的感觉和往日完全不一样。这天虾仁醒来，浑身都有一股无法言说的舒畅。更神奇的是，他发现自己能感应到灵气的存在了。这空气中漂浮着的光点，想必就是天地间的灵气。虾仁利用这葫芦能使物体灵气剧增的特性，又连续修炼几日后，忽而发现自己体内的元气已经全部转变为一缕真气。这真气虽远不如灵气数量多，但品质更高、更凝练。虾仁便立刻找李半仙说了此事，而李半仙又用捏石成粉来打发他。只见虾仁捏石头捏的小脸憋得通红。看到了吧，你现在的境界依旧微乎其微，还需继续努力。弟子明白了。哦，对了，弟子此次来还有一事相求。就是想向您学习刀法。刀法粗鄙哪里比得上剑？正好为师这里有一本剑道秘籍，你回去按着最基础的剑招，每日练上100遍。弟子受教了。于是之后几日，虾仁一边修炼剑法，一边修炼真气。之前那一缕真气已经壮大好几倍。与此同时，之前种下的药材也能够收成。虾仁立马制作出加强版大力丸，第二天便出发县城，准备再去回春堂售卖一番。你终于来了，我等得好辛苦啊！上次你给我的大力丸还有吗？这次带了多少我都要了。虾仁将满满一袋大力丸倒出来，以及旁边用小麻袋装着的加强版大力丸。你先别急，这次我还带了另外2种药丸，你看一下。我只能感觉到药效确实增强很多，但具体往哪种方向还得试验以后再说。你若不介意，这些药丸算60文钱卖给我，试验后如果真的有奇效，我再给你加价。行，没问题。青年将大力丸清点完数量后，合账一共白银291两。对了，我叫做司马懿，以后你要是还有大力丸，都可以卖给我。好的，等下次我再来找你。虾仁用这些银两先置办了一双鞋子和一把重剑，又去给小蛾子带上一些糖葫芦和云片糕。回到蛇溪村以后，虾仁立马去找了小蛾子。虾仁哥，你从哪弄来这么多东西？这些都是我从县城里给你带回来的，喜欢不？你这得花很多钱吧？这你就别担心了，你虾仁哥现在发达了，黄老财答应把蛇口山的地都卖给我了，还允许我慢慢还钱。话说着，大伯家的门吱呀一声打开，从里走出一名官差。官差怎么到你家来了？这官差是大哥的朋友，来村里拿人，顺道叙旧。哦对，我都忘记和你说了，黄老财家大儿子打死了人，被告到县衙去了，官差来抓的就是他。糟了，他家出事，那我得去看看才行。黄老爷，虾仁了。老爷别急，咱慢慢想办法。之前我不是还欠你银子吗？今天我就是来给你还债的。虾仁了，还是你小子懂事。要不要我去想点办法，提前凑完这800两银子给你？不，绝对不行。虾仁看着黄老财倔强的样子，虽心下想不明白原因，但还是从兜里掏出40两银子给了他。明天我要到县衙打点关系，正好需要银两。虾仁，明天你也和我一块去吧。成嘞。第二天，虾仁跟着黄老财一路陪笑脸，最后终于见到被打断腿的黄富贵。老实说，虾仁总觉得有些蹊跷。黄富贵被抓是说因为打死了乞丐，但他本人却说自己只不过推了他一下。第二天就被他家人找上门说人已经死了。按理说死个乞丐这种事情别说多常见了，就是村民打死1、2个人不去县衙告状，县太爷也懒得管这些事。结果这次居然能够惊动官差，冒着风雪大老远过来拿人，此事背后绝对不简单。探监完以后，虾仁和黄老财一起回镇上。虾仁，等你赚到了钱，劝你一定要舍得钱财去考个武秀才。现在文秀才地位远远不如武秀才啊。
转眼间又到1年除夕，听说黄老财为了把富贵捞出来，将自己所有的田地都打包低价卖给了张有良，现在他变成了这村上最大的地主。这天，虾仁买回之前见到的培元固本丸，又经好几个时辰修炼吸收，他感觉自己的境界又上了一层，于是从地上捡起一块石头，用力一捏，石头竟在他手中4分5裂。我终于修炼成功了，师傅，我能捏碎石头了。怎么可能这么快？接着，虾仁便向李半仙演示了一番。半信半疑的李半仙捡起一枚碎裂的石头，藏在袖子里，使劲捏了好久，石头都纹丝不动。这小子竟真能做到！不错，不错，能把石头捏碎算是小有成就。不过，全凭一股蛮力，还欠缺一些火候。哦，对了，你那些基础剑法学的怎样了？我现在已经能使用100斤重剑了。什么？之前为了防止这小子学得太快，我特地把书上的10斤改成100斤，这才短短不到半年的时间，这小子不会是在唬我吧？你把这柄剑给为师看看。虾仁将剑递过去，然而李半仙接过剑的一刻，整个人瞬间被压下几公分，拼命坚持了好一会，还差点把他的老腰给闪了，最终剑还是掉到了地上。此剑声音清脆，品质倒也不错，你自己捡起来吧。虾仁捡起剑，却没急着收起来，而是在空中挥舞几下。师傅，你看我这样挥剑对不对？能否为我演示一下？不用为师演示，你已经练得很好了。师傅，你还是露一手，让弟子见识一下。虾仁这般执着，无疑是把李半仙架在火上烤。他连拿起这把剑都费劲，真要挥起来，估计这半条命都得没。幸好他混迹江湖，有的是手段。不必再说了，为师已修炼至更高的境界，似这般基础剑法，简直是辱没了为师这双手。是弟子一时糊涂，望师傅原谅。这就不必，既然你现在基础剑法已成，为师便传你另一套剑法。虾仁接过李半仙手写的纸条，殊不知李半仙为了防止他真的学会，把这本剑谱修改得面目全非。李半仙赌上自己行骗多年的素养，这小子这次绝不可能成功。果然，刚开始修炼的虾仁就碰到了瓶颈，比如书上写要一蹦2、3丈高，但他无论如何只能跳到1丈多，一连修炼好几天都不得进展。这天，虾仁正在修炼时，鹅窝传来一阵骚动。什么人？这人手上的刀怎么和那天劫道那人的一模一样？怕不是同一个人？虾仁本能的想逃跑，但就在这时，黑衣人手起刀落，2只大鹅的额头落地。你居然敢杀我的鹅，老子和你拼了！多亏这段时间里虾仁一直在苦练剑法，已经不是那天晚上只会逃跑的小子。只见他提起重剑，动作迅速的冲上前，直刺、横扫、斜挑、竖劈，但黑衣人身法灵活，竟一刀也没砍中。你他娘的总是动个不停，还打个毛啊！虾仁一怒之下便顾不上那些所谓剑法，把手里的剑当成烧火棍，直接就是一阵乱锤乱砸。黑衣人显然没有预料到这种情况，只好使出单刀格挡，却不料刀剑刚一接触，黑衣人手里的单刀瞬间粉碎。这小子怕不是着了魔。再知小爷一剑！黑衣人看着直接流血的虎口，向后一退，转身就逃。虾仁追到悬崖边上，只见黑衣人手脚并用，攀着悬崖峭壁，很快就消失在黑暗里。我这些年老实本分，没想到居然还会被人盯上，还好这次保住了小命，只是可怜我那2只大鹅。这2只大鹅是虾仁最开始买回来的，论感情也是他们最深，还生下了15只鹅崽子，立下大功。虾仁抱着2只鹅尸，默默走进火房里烧水。次日清晨，虾仁嘴里叼着一个大鹅腿，真香啊！这次的经历也给虾仁敲响了警钟，立马又在悬崖下方设置了一些障碍。接着第2天便出发县城，准备找司马懿又出售一批大力丸。虾仁兄弟，你可算是来了。抱歉啊，最近忙着练功，有事情耽搁了。先不说这个，上次给你订的那20加强版大力丸，你都带来了吗？自从上次卖出去以后，不少官老爷都抢着回购。当然带了，麻烦你清点下数量吧。司马懿清点许久，最终合账6100粒，等于488两白银。司马懿痛快地拿出银子交给虾仁：“兄弟，你算是帮我大忙，这份恩情难以报答。兄弟，等下我请你下馆子。听说这鸿雁楼前段时间搞到一块百年鱼腰的肉，咱们也去尝尝味道。”虾仁听得2眼直冒光，这鱼肉他虽听过，但也从来没尝过，更别说这百年鱼腰。多谢兄弟，那我就不和你客气了。司马懿带着虾仁去到鸿雁楼，只见2名妙龄少女立马上前招待。司马懿大手一挥，立刻点下几道招牌菜。虾仁兄，你看看你有没有什么想吃的？那就给我上道炖猪肉吧。话音刚落，身边招待的2名女子表情不约而同地抽了抽。
要知道，在这鸿雁楼里的都是大富大贵的名家，谁会在这里点上一份平平无奇的炖猪肉？没多久，菜就被陆续上齐。正中央摆着2个花纹精致的碟子，里面放着的正是百年鱼腰肉。哦，这小小2片鱼肉竟然要卖10两银子，怕不是里面镶了金？但很快虾仁就注意到了这鱼肉上的特别，上面密密麻麻汇聚着灵气。你知道吗？据说这鱼腰有300多斤，最精华的部分都献给了县太爷。我们吃到的这2块其实就是边角料。对了，你跟洪安堂熟不熟啊？来往不多，只是认识他们家少东家罢了。既然如此，能不能托你帮忙买一些培元固本丸？当然没问题，我可是这儿的地头蛇。虾仁兄弟，你尽管开口就行。行，我就知道司马兄深藏不露。刚刚卖大力丸的这490两银子，你全拿去，只要能买到，你就全买了，包在我身上了。你真能买到这么多？不是说人参被县太爷掌控，外面流通极少吗？话是这么说，但这家族背后还有不少秘密交易，就算是县太爷，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总之你放心吧，明天早上来我店上取就行。看来自己遇上司马兄，真算是遇上了贵人。第二天，虾仁果真拿到了整整49枚培元固本丸，这下他的修炼又能继续突破。接着他又到刀剑铺那置办了120斤的重剑。回蛇口山的路上，虾仁又遇到了那伙山贼。此路是我开，此树是我栽，小子还不快把过路费掏出来！想要我拿出钱，那你可得问问我的剑同不同意。你这小子真是天高地厚。行，今天你们谁也别出手，老子好好给他上一课。虾仁歪嘴一笑，面对提刀冲上来的赵大王，他只是将自己的重剑随意一抬，刀剑相碰的瞬间，对方的刀已经断成好几截。怎么样，还要再来试试吗？这把不算，刚刚我特地换了把插刀，他伤着你，等我换把刀再来。但再重来一次的结果，只不过是赵大王坚持多了几个回合，最后刀还是一样断成好几段。虾仁看着气喘如牛的赵大王，还打不打？老子今天肚子饿了，回家吃饭，明天再跟你大战300回合。悠，打不起就直说呗。行了，还不快点起开，放小爷我过去。你！虾仁做事又抬起自己的大宝剑，赵大王立刻憋住了声，叫嚷着带着自己的小弟回山里去。居然这么快就到了秋天，又到了该去县衙交税的日子，是时候该下山了。如今虾仁已从佃户变成了地主，山下的那50亩地全都租给了阿贵一家耕种。东家都已经准备好了。行，我们现在就出发。东家，前面就快到赵大王的地盘，咱们得提前准备一些银两打点一下。这赵大王很讲原则，只要给了钱，绝不伤人。虾仁听到这忍不住笑了一下。这你不用担心，就怕他等会躲着不出来。一往前没多远，前方一阵锣响，赵大王果然如约出现。此路是我开，此树是我栽。赵大王，咱们打一架啊！赵大王听见这熟悉的声音，立马定睛一看，这才发现当头站着的正是虾仁。哎呦，我肚子突然好疼，好像是吃坏东西要拉肚子。你别跑啊，我保证这次一定会轻一点。结果虾仁的话还没说完，赵大王一行人已经跑没影了。东家，你这是对他们做了什么？怎么他们这么怕你？没什么，就是绝对的实力罢了。等到虾仁一行人离开半个时辰以后，赵大王才敢再出来营业。这时又一伙人过来，赵大王立马跳出喊着他的台词：秀才老爷的车队，你们也要拦吗？嗨，秀才算老几？咱们赵大王当年也是武秀才呢。反正所有人从这条道上过都得交钱。看着一群山贼明刀明枪，张有良不打算惹是生非，只能黑着脸交出1块碎银子。你这么多独轮车，就这么点银子，打发要饭的呢？我告诉你，别太欺人太甚。哎，我们家赵大王今天心情不好，要么交钱，要么滚蛋。给你就给你，总有一天我要灭了你们这群山贼。另一边走在路上的虾仁忽然打了个喷嚏，他自然不知道因为他的原因害得张有良交了2份买路钱。这次交税，虾仁又得知另一个消息，便是今年要招收徭役，人人都知道这徭役基本有去无回。阿贵，能不能帮我找个人替我服徭役？西南苦役几乎有来无回，不知东家开价多少？现在一条人命卖多少钱？这得看年龄，青壮男子最贵，大概要20时上好的刀骨，50岁以上的老弱只需要2担刀骨。那我出20尺，你帮我找一个人代服徭役。东家不用找别人，就让我去吧。这可是苦役，你家里还有刚出生的孙子，没必要冒这个险吧？
东家你有苦不知，虽说今年交完还剩110余两，但还有户税、人口税、阳光税，这样算下来，最后只剩不到50担。我家可是有10几口人啊，我也40多岁了，这条命还能卖到这个价，不去的就是傻子。虾仁心中一阵动容，倘若在2年前给他这么一个机会，估计他也一样毫不犹豫地选择搏命。好，既然你心意已决，这事就这么定了，你可一定要活着回来。阿贵临走那天，虾仁还特地买了2斤猪肉去探望阿贵。他那个3岁的孙子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只知道有肉吃，开心。虾仁远远望着阿贵离开的背影，眼角不知什么时候变得有些湿润。转眼间又到了过年的时候，虾仁今年已经16岁，可以正式娶媳妇成家。虾仁，你真不再考虑了？那可是黄老财家的2闺女啊！隔壁村的杏花我也给你说来了，这个可比黄家2闺女身材还要好啊！再过一段时间就是武秀才报考的时候了，要是这时候娶个媳妇回家，恐怕是没办法专心练功了。而且这黄皮葫芦的秘密又是另一个问题，算了，再忍几年吧。于是虾仁一咬牙全都拒绝了，看着媒婆饶有不舍地走开，虾仁心中却并不后悔，毕竟就在前几天，他已经修炼到功法3层，现在正是乘胜追击的好时候。但又过了段时间，眼见武考报名时间越来越近，虾仁还是无法做到书上的剑法，他迫不得已只好去求助李半仙。师傅，我苦练多日，有一招一直不得求解，就是我这手臂加上长剑，一共才5尺多长，无论如何也无法刺到1丈开外的目标。光凭蛮力，自然是无法做到。师傅，请赐教。不知你可曾听说过真气外放的说法？只需调动身体的真气，汇聚到剑身上，10步之外便可杀敌于无形。师傅，我还是不太懂，你能不能示范一下？好的，为师今天就给你露一手。只见李半仙拉来一个乞丐，让他在2丈之外的地方站好，接着大喝一声，单手在虚空一挥，乞丐忽然惨叫一声，向后摔倒。哎呦喂，痛死我了！老神仙饶命啊！哦，原来这就是仙术。看明白了吗？虾仁摇了摇头，没看明白就对了。这真气可谓视之不见，触之如电。不过你现在功力不够，还无法做到真气外放。待你修炼到一定境界，自然能做到。李半仙瞎忽悠一阵，这老乞丐也是他提前找来的演员，本以为能就此把虾仁忽悠走，不料忽然却双手一拍，似是想到了什么的样子。师傅，我悟了。你悟到了什么？所谓真气外放，应当就是通过身体的穴位释放出来。假若我调动真气在经脉运转的话，话说到一半，虾仁便做出运气的姿势，调动起丹田里的真气。没一会，大量的真气就汇聚在他的右手掌心。只见虾仁一动不动，右手臂上还渗出密密麻麻的血汗。李半仙察觉不对，徒儿，虾仁，我不过是随口扯了几句，这小子到底悟到了什么？别等会走火入魔了就麻烦了。这边李半仙还在继续叫着虾仁的名字，紧接着虾仁手中的大剑居然隐隐发出光芒。这光芒起初还若隐若现，但却渐渐形成一大片光斑，最后竟变成一柄耀眼的光剑。与此同时，虾仁大喝一声，手中的光剑向前挥舞一个直刺。这真的是仙术！原来你真的是仙师，我不收你钱了。老乞丐被这一幕震撼，跪在地上磕头如捣蒜，还从怀里掏出10个铜钱。什么仙术不仙术的，这就是咱们师徒搞出来的杂耍。我这给你50文钱，这件事你千万别往外说，要是敢说出去，老夫让你永世不得超生。李半仙平常恨不得挂个牌子，让天下人都知道他是仙人，此刻却一反常态，生怕别人知道这件事。师傅，我这样算不算真气外放？李半仙平复好心情，虽然一时还没搞清楚这是什么情况，但是阵脚不能乱。哎，朽木不可雕也，真气外放哪有你这么野蛮？简直是一头蛮牛，完全没有一点仙家风范。你要懂得控制力量，收放自如才行。今日你且回吧。多谢师傅指点。回去路上，虾仁看着自己的右手若有所思，若不是当时及时刺出那一剑，估计自己的右手就会像那把剑一样被真气炸得粉碎。多亏有师傅指点，这要是走了弯路，估计现在死哪都不知道。只是可惜了，我这把刚凿出来的剑，要是以后每用一次真气外放都得损失1把剑的话，这笔开销未免也太大。罢了，为了考取武状元，这一切付出和牺牲都是值得的。正好算时间，武考就快要到了。虾仁回到蛇口山，简单收整一下后，第2日就启程前往县城，准备先重新置办1把剑，再去顺便打听一下关于武考的事情。站住！这不是你这个乡下人能进来的地方。我来报名武考，怎么不能？就凭你知不知道考些什么？该如何考？就是不知道，我才要来问的啊。
滚！什么也不知道，也敢来消遣老子？就这样，虾仁被粗汉毫不留情地赶走。站在衙门外面，虾仁忍不住大骂一句：“不就个臭看门的，有什么了不起？”书接上回，虾仁被衙门的看门汉轰出去后，又找到黄老财打听这报考的流程，这才知道原来报考不仅需要户籍名册，还要拿到3位状元的保荐信。我顶天就认识张有良这一个状元，更别提他根本不会给我写保荐信。对了，差点忘记司马兄弟，凭借他的人脉，说不定能搞得定。一边想着，虾仁一边匆忙赶到回春堂内。司马懿看见虾仁出现，立马从桌后站起。虾仁兄，你终于来了！上次你要的培元固本丸，我已经给你换好了。哎呀，瞧我这记性，这段时间都在忙其他事情，差点把药丸给忘记了。什么事能忙得连这都忘了？这可是几百两银子。最近不是准备武考，结果现在我还没报考上。虾仁兄可是拿不到保荐信。正是，你早说嘛！我家族中有8个秀才，县里也认识几个秀才。虾仁兄，你等我，明天我保准给你搞定。一言为定，司马兄你办事我放心。刚回到正武堂，司马懿还没进门，另一个体型壮硕的男子就迎了出来。14弟，你来了。四哥，这新的大力娃我给你带来了。14弟，你真是给我帮了大忙，多亏了这大力丸，我的修为进步神速。四哥，今天我来主要是想请你给我帮个忙，帮我弄几份武秀才考试的保荐信，我一个朋友要用。眼见弟弟有求于自己，司马弘立时拍拍胸脯示意包在他身上，转身就进到演武场里。里面一个教习正在教导学员，而那名教习不是别人，正是虾仁的堂哥张有良。那个谁，你过来一下。不知司马堂主有何吩咐？平日在村里趾高气扬的张有良，眼下却是一副低眉顺眼的样子。这里有份保荐信，你过来帮我签个名。没问题。张有良笑着接过保荐信，却看见当头赫然写着虾仁的名字，此刻差点没跳起来。虾仁这小子居然还攀上了司马家的关系，这人好像和你一个地方，怎么你们认识？一面之缘罢了，不太熟不太熟。张有良忙不迭澄清与他的关系，纵使他眼下有万般不情愿，但在司马弘的面子下，他还是签下了自己的大名。第二天拿到保荐信的虾仁，立马看见其中一封写着张有良的名字，顿时一阵得意。张有良啊，张有良，没想到你也有这天，看你以后还怎么嘚瑟。虾仁兄，这是见了什么事？怎么这么开心？没什么，就是见着路边有条狗在给我摇尾巴。眼下材料齐全，司马懿原本说和虾仁一块去衙门，但临时来了位危重病人，便让虾仁先行前往。学县衙门并不大，一进到大堂，里面那名书吏正在打盹。抬眼看见是这么个乡下土包子，又装作没看见的样子。差爷，我过来报名武考。去，没长眼的土包子，没看到本大爷忙了一天，连口水都没喝吗？虾仁想起之前陪同黄老财来县衙办事时，要是不送银子，就绝对办不成事。好呀，我今天偏就不送银子，小爷我陪你在这耗着，等司马兄来了，看你还有没有这么大口气。虾仁干脆也不着急了，看着官吏喝了3壶茶水，去了5次茅房，又洗了6次手，愣是没有打算给他办事的意思。这时门外走进一名青年。司马公子，你老怎么今天亲自来了？有什么事让下人过来吩咐一声不就行了？也没什么，就是听说你这不送银子就不能办事，甚至送了银子也不能办事。那是别人，你要是有什么事，保管给你办得服服帖帖。撑歪嘴，你这事办得也太不厚道了，还让我这位弟兄一阵好等。官吏这才反应过来，原来自己有眼不识泰山，这个土包子竟然是司马公子的朋友。公子教训有理，以后一定痛改前非，还望公子大人不计小人过。那还愣着干嘛？给人家办事啊！这下有了司马兄出马，不到半刻钟就搞定了所有事情。官吏给虾仁盖章的时候还咧着嘴笑道说：“小人有眼不识泰山，虾兄弟一表人才，年少有为，以后兄弟高中了，还请多多关照。”虾仁自然没给他多少好脸色。扯过盖了章的文书，转身就走。官吏和门童还满目笑容地送2人出去。虾仁跟在司马懿身后，这才明白，原来司马懿背后的家族竟如此强大。回去的路上，虾仁还在沉浸在对未来的幻想，不料却被3个人拦住。他认得其中一个，正是刀剑铺的那个小胖子。怎么，有什么事吗？我想问一下，你手里还有这种银子吗？虾仁定睛看去，发现金属的光泽十分特别。他想起之前刀剑铺的老板给他介绍过，这大概就是百炼金银，乃是100斤银子才能炼化出1斤的罕物。糟了，原来银子放到葫芦里也会发生变化，这小子不会是看出来了吧？我现在身上可没钱，再说了，这些钱有什么特别吗？小子，别装傻充愣，老实交代你这些钱是哪里来的，剩下的藏在什么地方？此刻，青年抽出一柄短剑威胁道，一瞬间3人就将他包围在中间。眼见虾仁不回话，手中短剑一抖，已经向虾仁的脖子刺来。有过经验的虾仁自然临危不惧，反手抽出自己的重剑砸去。只见青年手中的剑碎裂一地，紧接着虾仁又补上几剑。
青年便重伤倒地。小子，你竟敢伤我的人！是你们先动手的，这可不能怪我。中年人说着，顺势也抽出宝剑和虾人战斗。而中年人显然身手更上一级，但坚持没超过3个回合，便在虾人的攻势下宝剑碎了一地。好啊，你小子果然有点实力，不过终究只是一介武夫，今天就让你见识一下修仙者的手段。小样，这可是仙家法术，岂是你随随便便可以击破的？谁告诉你，我就不是修道之人了？只见虾人的剑身逐渐发亮，就像上次真气外放。好啊，你小子居然杀了到玄宗的人，你今天算是惹上大事了。看来你知道很多事，你最好把所有事情都告诉我。说着，虾人压到他身前，小胖子立马害怕的把所有事情都吐出来。原来他见财起意，便找了道玄宗的人准备敲他一笔。而这道玄宗是个神秘的修仙宗门，却没想到落得这个结果。下次打劫之前，好好调查清楚对面是谁。道爷饶命啊！我这里有本家传古书，都给你，全都给你。哦，百兵谱，没想到你小子居然有这好东西。有了百兵谱的虾人并没有太得意，为了稳妥起见，还是第一时间跑去找李半仙打听道玄宗的事。道玄宗，你可千万别和他们接触，他们没有官府批准私传道法，乃邪教宗门。徒儿知道了。不过要论私传道法，老夫现在收了虾人这个徒弟也是犯了重罪。主要谁能想到那本破书竟然真的让他给练成了？对了，师傅，还有一事，就是我报名武考成功了。什么？这么快？我本想去试一试，万一成了呢？之前明明都劝过这小子别去，没想到此番武考肯定会被人看出端倪，到时自己的脑袋估计就不保了。那个什么，虾人啊，为师准备出一趟远门，少则5年，多则10年，以后你就多多保重了。怎么这么突然？师傅你走了以后，谁来给我传道授业解惑啊？师徒一场，这都是在所难免的事情。看你我之间有缘，我便将我全套功法传授给你，日后你自行学习即可。挽留的话到了嘴边，虾人却说不出口。师徒2人含泪道别，临走前李半仙甚至还留给他一块祖传玉佩。又过几日，这天终于到了武考的时间，虾人带上自己新锻的重剑前往县城。得益于司马懿的安排，虾人跟在司马族一位少年后面，一路畅通无阻地进入了考场。只见场内到处都是穿着绫罗绸缎的考生，显得虾人身上洗得发白的粗布衣服格格不入。司马兄，你怎么把一个庄稼汉带进考场来了？我也不认识，我14哥非要我带进来的。也不看看这里是什么地方，能是他一个庄稼汉进来的吗？我还正口考试无聊，正好来个人看看乐子。别以为有钱就了不起了，你们现在看不起我，等会考场上再让你们见识一下我的厉害。一阵锣声响起，高台上县太爷大步走来，下面坐着一排考官。虾人抬头望去，竟看见司马懿也在高台上，还看见张有良也出现在围观的人群里。考官站在众人面前，简单介绍了下午考流程，和往年一样，分3个项目。第一项是力量考核，考生需举起500斤的巨石，绕着考场行走1圈。第2项是兵器考核，考生展示剑法，考官打分。至于这第3项，年年都被称作是最难的一项，便是要和考官进行实战。我说你们看那乡下人的身板，能抬起那块石头吗？我看未必，你瞧别人家少爷那肌肉，估计他就是过来招笑的。话说着，虾人已经走上场，所有人都准备好瓜子和笑容，就等着看虾人表演。只见他连马步都没扎，直接蹲下身把石头抱起，然后很随意的把石头夹在腋下。场上一片惊呼。这小子怎么做到的？这么重的石头，那可是500斤，就这么随意的拿起来了。怕不是偷偷作弊了吧？那石头里其实根本就是空心的。考场上虾人歪嘴一笑，紧接着又忽而将石头放下。书接上回，众人都在纳闷为何虾人举起石头又放下，以为是他坚持不住。结果下一秒，虾人又重新将石头抬起，模仿着其他官家少爷的姿势，先是扎稳马步，接着又是对着天空大喝一声，最终才将石头举过头顶。这群官家老爷指不定又会从哪个动作上找我毛病，这下我和其他人都一样，保准万无一失。这一轮考试结束，第2轮开始。这一轮考核是大家轮流上场，虾人便先在底下观察别人的考试。那些官家少爷手上拿着3-5斤重的剑，一跃不过几尺高，最终得分竟也颇高。虾人见此一笑，自己现在不仅能一跃1丈多，还能使150斤重的巨剑，看来这考试也不过如此。只见虾人自信地走上场，照着之前师傅传授的剑法，一跃空中还连带挽出5个剑花，落地时还顺势用出一个下劈。周围好几丈地面就像被牛耕过似的。考生虾人考核结束，
得分为1中。什么才得1中？在场的其他官家子弟最次都有甲下，而虾仁的这个得分已经算是垫底的水平。在下司马刚，安昌县尉。这次的主考官，你的剑法可谓一言难尽，让人不忍直视，完全就是乱无一气。只是看在你资质不错的份上，才给了你这个分数。还有，你刚刚损坏了考场的地砖，责令你赔偿白银100两。话音刚落，场上四周就传来一阵笑声。一时间，虾仁觉得自己脸上火辣辣的，但他丝毫没有怀疑是李半仙传授的那些根本就是歪门邪道，反而觉得自己正如李半仙所说，不过是三脚猫功夫，还需要更多练习。转眼就到了最后一轮考试，这轮是和考官进行实战，结果考官下一秒就提剑冲来，虾仁也来不及多想，直接挥起重剑。糟了，轻敌了！考官手里的剑裂成无数块碎片，而虾仁手中的没有停下来的趋势。考官被拍飞出去数米远，重重的砸到墙上。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虾仁慌乱丢下剑去查看考官的伤势，这招他才用了快60%力量，谁知道考官竟然如此脆弱。我宣布考试结束，经商议，考生虾仁此轮分数为加上。竟然是满分，好像之前最高的也只是以上而已吧。好多年都没出现过满分了，这小子真是走了狗屎运。一时间，场上众人哗然。主考官司马刚立刻让众人肃静。考生虾仁，你出手过重，以至于考官身受重伤，需赔偿白银100两，可有异议？学生没有异议。这小子才2、3年没见，怎么会有这般突破？这里面一定藏着什么秘密。转眼就到了五考放榜那天，虾仁的名字果不其然出现在了上面，而他中了秀才的消息一传出，各方人物都向他发出了邀请。秀才老爷福如东海，秀才老爷嘿嘿，多子多福。转头在这其中，虾仁甚至看见了他婶娘。哎呀呀，原来是虾仁啊！婶娘早就看出来你是个有出息的人，不枉我含辛茹苦养了你10几年。就知道他是这样见风使舵的小人，这时倒把之前那些事全忘了。哪怕他现在冷嘲热讽几句，我都敬他是个表里如一的小人。你大伯听说你考中秀才，别提多高兴了，还把家里那只老母鸡杀了。虾仁晚上记得到大伯家吃饭来啊！不了婶娘，我这还要回蛇口山一趟。这老母鸡啊，就留给你们一家子人享受吧。说完，虾仁头也不回的走了，留下他一人在原地尴尬。转眼间又是几月过去，今年发了旱灾，好在虾仁有着黄皮葫芦的帮助，只是村里的人愈发困难。这天，虾仁走上集市，一个男子立刻围了上来。小哥，要不要买个媳妇回去暖被窝？我不要媳妇，你就看一下，不买也没关系。男子好不容易物色到一个看着有钱的客户，哪里肯放弃，硬是带着他走到一个女子面前。你瞧，这肉厚实又有弹性，养娃绝对没问题。只要110到5，买了绝对不吃亏。你说什么110到5？怎么现在一条人命卖这么便宜了？小哥，你真是不知啊！今年这旱灾搞得镇上闹了饥荒，别说我这卖人的了，吃人的到处都有的是。虾仁听到这里，浑身一阵哆嗦。行吧，我买了。多谢，以后他就是你的人了。男子将那女人推出来，不料女人却忽然回头，把身上的棉衣脱掉，塞到男人手里。把这件棉衣改了，可以给2个娃做件棉袄。你把我卖了，就不能卖娃了，娃还小，卖不起价的。就你话多，你现在没有说话的份了。这女人是你媳妇？以前是，但现在已经归老爷你了。这时，男人身旁的2个小孩正瞪着大眼睛，一副可怜的样子看向虾仁。这饥荒真是闹人，狠起来自己连老婆孩子都卖。虾仁回过头，看见女人正不舍得和孩子告别，于是他做出一个决定：你剩下这2孩子，我也一起买下了。多谢老爷，感谢老爷开眼。这边的动静引来其他人贩子的注意，见到虾仁出手阔绰，纷纷都围了上来。这位小哥，你也看看我媳妇吧。我的孩子8岁了，能种的干活只要1斗粮食。虾仁看着无数跟在身后瑟瑟发抖的女人和小孩，只感到十分痛心。于是他做出了一个冲动的决定。今天这集市上的所有人，我虾仁全都买了。当虾仁走出3岔子镇时，身后跟了差不多30口人，他将他们安置在山脚，临时搭建了一个茅草棚。你们今晚就先在这草棚凑合一晚，等明天再找人过来盖房子。
虾仁又把最开始买下的那个女人叫出来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秋月。好吧，以后这30几人都交给你了。看着这出手阔绰的新主人，众人都十分感动。你们大家都放心，只要有我一口饭吃，就不会饿着你们。你们也不用再过给人当牛做马的日子了，在这里你们才是自己的主人。话说完，不少人忽然跪在地上，一遍又一遍的给虾仁磕头。接下来几天，虾仁都到集市去解救被售卖的人，转眼已有300多人。虾仁带领着这300余人，在蛇口山艰难的生活着。一天早上，虾仁忽然听见山脚下传来的喊声：“虾仁老爷，你快下来呀！县里来人找你了。”人听闻，立刻飞身下山。现在掌握了御风术的他，已经能够在空中自由飞行。那人不是之前抓走黄富贵的王捕头吗？他过来找我做什么？原来是王捕头大驾光临，失敬失敬。虾仁秀才每天住在山顶，倒是好雅兴了。糟了，该不会是县里的人看上自己这座山了吧？王捕头过奖，家中贫寒，只能住在这山顶苦厄之地，餐风饮露罢了。不过我可得提醒你，你整日待在这山中，又从不让人上去，要是再密谋一些危害朝廷的东西，可是要株连九族的。好家伙，原来真被我猜对了。既然我也大老远来了，不妨就带我到这山上看看吧。虾仁打量了捕头一阵，心下当即有了办法。那是当然，不过大人您舟车劳苦，不妨先进到屋喝杯茶水，稍后我再带您上去。堂堂一介秀才，没想到居然还用着这等茶具。虾仁不语，只是沉默着为他倒茶。茶水没有散发出半分茶香，只有稀碎几片茶叶在杯中摇晃，宛若清水一般。哼，你叫我进来喝茶，就只拿出这种劣等茶叶招待我？别以为你是秀才，我就不敢怎么你了，还不快拿出上好茶叶过来！大人稍安勿躁，这是我蛇口山特产的茶叶，你不妨先试一试。王捕头皱起眉头，他多少年没见过这种劣等茶，只怕喝下去是脏了自己的嘴。老爷的茶可真好喝，又香又甜，是老汉这辈子喝过最好的茶水。莫非这茶真有这么好喝？这茶也太好喝了，果然是好茶，其中似乎还有微微灵气蕴含在里面。虾仁老弟，愚兄冒昧问一句，你这是什么茶水？上一秒还自称官大人，喝了我一口茶，立马就改口了，真是肤浅。咱们村里人也没什么好东西，就是山泉水，泡了几颗红枣，好喝，真是好喝。虾仁老弟，再为我倒一壶。只见王捕头喝了一碗又一碗，上山的事情全然被他抛到脑后。一壶茶饮尽之后，他又两眼放光地盯着茶壶底的红枣。这些茶渣你还要不要的？不要的话，我正好包回去给家里的娃解解馋。当然可以，平日里这些茶渣我都是喂给鹅吃的。既然王捕头不嫌弃，我自然是没意见。王捕头眼下完全没有刚开始那副趾高气扬的样子，只有一副小人得志的奸笑。嘿嘿嘿，多谢。不知大人今日过来是否还有其他事情？瞧我这记性，最近不是正闹蝗灾吗？县里有令，你我皆是秀才，自当报效朝廷妃。于是虾仁便加入了灭蝗队，不料中途遭歹人陷害，被捕入狱。县衙紧接着就派出王捕头，带着几个县衙，准备到蛇口山抄家。不料刚到山脚就被村民拦住。好你个官二爷，上次刚喝了我们老爷的茶，今天就要过来抢我们老爷的东西。上头有令，你们家老爷现在已经被捕入狱了，特来抄家，你们最好赶快让开，否则我就斩了你们。你真以为我们300多号人会怕你几个人？杀害官僚可是死罪，我劝你们想清楚。我们的命都是老爷给的，就算拼了这条老命，也不能让你踏上蛇口山一步。这时空中传来一声巨大的鹅叫，伴随一个熟悉的声音：且慢！你不是被抓进大牢了吗？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别老是仗着自己有双狗眼就爱看别人低，我背后可是有司马家族的人，他们一听见风声，立马就把我保出来了。结果一回来就看见你带着欺负我的人。呆然，老爷我错了，你饶我一命吧。杀你？我可没说过要杀你，谁不知道杀官可是诛九族的大罪。算你小子还算明事理，还不赶快把我扶起来，再给我倒壶上次的茶水，快啊！杵在这干嘛呢？都过来，把我们的王捕头带回去，好生伺候他。你们要对我做什么？这可是死罪，死罪！你刚刚是怎么对我的人？我不过是把你做过的事还给你罢了。王捕头，你可是惹了一个你不该惹的人。大人饶命啊！小的知错了。放心，我不会打死你的。
就在王捕头快被抽到奄奄一息的时候，空中又传来一道声音。虾人抬头一看，竟是县太爷乘着仙云赶来。还不快速速停手！不好，县太爷怎么来了？只见县太爷一阵金光落地，轰开了虾人和王捕头，而后一把利剑直指向虾人。县太爷开口道：“每次赶集，男人都会将一根稻草插到自家老婆头上，随后贼眉鼠眼的到处观望，只要有人靠近他，就会热情的迎上去。”大兄弟，要不要媳妇？要的话，我给你算最低价。我这媳妇不仅好生养，暖被窝也是一流。我就随便看看，不要媳妇。只要一旦到股，立马他就是你的人了。怎么样？过来看看，不买也没关系。这小子虽然皮肤黢黑，一副庄稼汉打扮，但脸上胖胖的，穿一双布鞋子，衣服更是没有补丁，一看就是有钱的主。大叔，你误会了，我真不要媳妇。眼见买家转头要走，男人急了，一把扯开女人的领口，凉风灌进去，冻得女人低着头往后缩。你瞧瞧这肉厚实又有弹性，养娃绝对没问题。虾人原本并没有打算娶媳妇，可转头看到集市上到处都是伢子，又看了看低头抽泣的女人，不免一声叹息。这乱世，成年男人和男童能卖几个钱？但凡女子最是不易，连贩卖人口的伢子都嫌弃。行吧，就一旦到股，我买了。多谢多谢，以后他就是你的人了。说完，男子立马把女人头上的草标拔掉，一把将她推到虾人面前。家里我那件棉衣千万别卖了，留给两娃做成棉袄。你把我卖了，就不能卖娃了，娃还小，卖不起价的。你放心去吧，这位公子一看就是心善，到时候你荣华富贵了，别忘了孩子和我。你叫什么名字？俺叫秋月。好吧，我山上还有30几口人，以后都交给你了。东家放心，我一定认真干活。至此，虾人有了秋月的帮助，将山上打理得井井有条。而因为那只宝葫芦的原因，无论是酷暑或寒冬，庄稼的生长速度都快得让人难以想象，却不想惹上了歹人觊觎，最终诬陷入狱。几日后的一天，官道上一位老者骑着马路过，和他一路通行的是他的随侍。你看这大周王朝，表面还算太平，实则暗流涌动。当年的开国时的锐气多么强盛，如今在这群官员们身上可难寻了。师傅，您说的是？我听闻纳捐粮之事，朝廷说要100万担赈灾粮，最后竟没一粒入灾民肚子，都被他没了去。是啊，层层克扣，实际收到的粮食恐怕连50万担都没有。那帮官员就不怕遭天谴吗？大周历年，君王可都以民为本，受万民敬仰啊！如今这些官员只想着为自己捞好处，再这么下去，大周要完啊！休得乱说。当今皇帝圣明，自登基以来，可谓是亲贤臣，远奸佞。你这般言论若是传出去，必然要惹来灾祸。事实可是摆在眼前。好了，皇帝有治国之才，定能让大周盛世继续。你我只需做好分内事，莫要妄议朝堂。蛇山口上，羽山正努力地拉着大石磨炼制药材，虾人在一旁忙前忙后，周围堆积着炼制丹药的器具与药材，还透着一股烟火气的修行小作坊氛围。羽山，你看看你这几炉药丸炼制的不够圆润，还有这药粉粗细不均，得重新来。好，我重新弄。夏大哥，你快去歇着，我来就行。自打收复你之后啊，咱这日子可轻松不少。你说你以前放着好好的修行不搞，现在没了翅膀，反而踏实下来了，多好啊！以前不懂事，现在知道了，这里挺好的。我打算到城里瞅瞅去，快入冬了，得备些物资，尤其是那些培元固本丸的材料，还有过冬的物件，你在这好好看家，别想着逃跑啊！不会跑，我好好炼制丹药，等你回来。虾人来到城外黑市，黑市里人来人往，不仅一片杂乱，还充满交易气息。客官看看，这可是好东西，隐身符、联系符，关键时刻能派大用场。100粒培元固本丸1张，真有这么神？我这符咒都是有真材实料，练过神识法术的一下就能发现不凡。您买回去，不管是偷鸡摸狗，还是躲避危险，好用的很，假1赔3。行，这3张我要了。客官您放心用，咱们这儿7天包退，咱们好用，下次再来。好的，好用，我再来。购置完物品后，虾人去到回春堂，看见那里有许多乞丐。司马懿看见虾人前来，心情愉快的要带虾人去混顿饭吃。虾兄几日不见，甚是想念啊，真是太巧了。跟我走，带你去吃好吃的。司马兄，我就路过来看看你，不必这么客气。你看你这里这么多人，咱们随便对付一口得了。放心，
不花我的钱，有人请客。还有人请客？谁呀？跟我来你就知道了。洪雅阁内，县太爷寿宴场面热闹非凡，一楼宾客满座，2楼则是更有身份的人聚集处，四处摆满精致菜肴。随后，下人跟在司马懿身后走了进去，一路观察这热闹又等级分明的场合。一会见到我那些朋友，千万不用拘谨，他们知晓你在秀才考试的表现，对你也算认可。县太爷寿宴场面可够大的。你看这些菜看着普通，实则耗费好几支零花穴。这道菜看着像是萝卜雕刻，其实是用特殊灵材，味道一般，感觉就只是好看。你呀，就想着吃实惠的。这寿宴讲究排场，这些菜更多是看门道。司马兄，我去方便下，一会就回来。你谁啊？后厨也是你能进的？我就找个地方方便一下，走错了，不好意思。他是我朋友，让他过去吧。是司马少爷的朋友，进去吧。洪雅阁的后厨杂乱，却藏着不少食材和器具，也有剩菜剩饭，也有被丢弃的边角料，因而虾人进来后四处搜刮。嘿，这些可不能浪费啊！带回去给雨山和大伙改善伙食多好。后厨伙计好像看到有人影在动，刚想喝止，却发现没有人，原来是虾人使用了隐身符。这隐身符还可以哦，有点用处。走，咱回去，这些够大伙吃一阵了。别人都盯着山珍海味，你倒好盯着这些剩货，不过倒也实用。过日子嘛，得精打细算，这些带回去能省不少培元固本丸的材料钱呢。虾人骑着大鹅返回蛇山口，路过城门时看见城外饿殍满地，于是决定将偷来的食物分发。都别抢，这些吃的大家分着吃。敢问阁下是？我只是路过而已，是谁不重要，大家不要抢，都有都有。恩人啊，好久没吃到荤了。都是洪雅阁的不义之财，就当给县太爷积德了。渐渐的夜色降临，虾人骑着大鹅返回蛇山口，忽然间他回想昨夜在洪雅阁的行为，懊悔不已。刚刚有点冲动了，洪雅阁那么多高手，要是被抓了，就连司马懿也救不了我。还有那隐身符那么贵，真是亏大了，以后得谨言慎行，持家节俭了。虾人突然看见地面有位青年正在被僵尸追杀，青年狼狈的逃窜，僵尸不停的凶猛追击。救命啊！谁来救救我？虾人让大鹅降低高度观察，虽然这青年气息不弱，是筑基强者，可这僵尸更厉害。快往右跑！快救救我！快往石林里引，那里石头多，能挡他。好，看我的！火球术，招他！这僵尸太硬，我的法术像给他挠痒痒。在石林角落处，青年重伤，坐在石头上，默默地看着虾人大战僵尸。别白费力气了，他有筑基实力，铜皮铁骨，你伤不了他。我被这僵尸追杀，已然身负重伤。以你的实力，应该可以吧？我并无法器，也伤他不成。你只能像刚才那样，从空中朝他脑门扔箭头。虾人听完青年的话，也死了心，骑着大鹅朝空中飞去，最终在虾人的折腾下，终于搞定了僵尸。真是个穷鬼，啥值钱的都没有。他出门不带钱的，别浪费时间了。那就烧了吧，省得碍眼。在下姬苍，救命之恩，日后必报。你要是真心报答，那就写个欠条吧，日后也有个凭证。好，好，好，恩人要凭证，我写给你。不急，看你一身的血，我先带你去处理一下吧。吃了它能恢复些力气。多谢，这地方倒安静，和外面流民聚集地不一样。天下不太平，也就这小村子能躲躲。恩人，以后若有用得着我的地方，尽管说。哦，行行行，我记住你这话了。此时的安昌县山脚下山贼涌出，没多久便包围了官军。在混乱中，4名戴面具的修士从巨石后跃起，用飞剑贯穿了县尉的心脏。几日后的安昌县已完全变异，山贼们随意给自己封官，大将军和丞相满街走，就连酒馆里都有自称帝王的人吆五喝六。石口山的刁民听着，贺天王殿下仁慈，是你们投降的机会。哼，你这泼皮无赖，哪来的脸装将军？滚！你个臭娘们儿，
等破天王大军压境，第一个就抓了你。你在放屁！老娘把扫帚柄塞你嘴里！秋月姐厉害，这种人就得这么治。牛二蛋被秋月轰走了，临走时还扬言要报复他。虾仁，全县都反了，听说就连隔壁村的二流子都当上楚王了。要不我们给你缝套漂亮衣裳，你也去称王。称王能让菜苗长高，还是能让开春有粮收？我只想安安心心种地。这世道怎么乱成这样了？也不知道我们这里还能坚持多久。这是我采的解毒草熬的，你先凑合喝。实在不行，我还有粒珍贵的解毒丹。你有这好东西不早拿出来？你怕我吃你的住你的不给钱啊？你放心，我记着账呢，以后你得还我10粒。行，我欠你这个人情，别说10粒，100粒我也还你。你让他们长枪兵在前节盾阵，短刀手从侧翼包抄，弓箭手藏在盾阵后。你懂得够多的啊！你以前干嘛的？只是略懂一二，朋友们也是客气，叫我小卧龙先生。哪里是略懂一二？我看你懂个七七八八，也别叫小卧龙，真是委屈你。以后你就叫大聪明吧。我怎么不觉得你是在表扬我？哎，不开玩笑了。现如今可内忧外患下，就连镇国军都没了当年锋芒。不知道这乱世之中，能不能找到镇国军的英雄？你说要是找到镇国军，能平息安昌之乱不？安昌之乱是引子，背后还有更大的局。现在确实是个造反的好时机。你现在反，还能做个蛇口山大王？你还是担心自己的身体吧。我可没想当什么大王，我只想好好保护这里的人们。我相信你一定可以的。深冬季节，阳光映雪，天地银白。小石头穿着新棉袄，举着木剑追着雪。一旁的秋月带领20余名山民，秩序井然地训练战阵。秋月姐姐，我像大将军不？等我长大了，要像虾仁哥哥一样拿大剑打坏人。像，等你再长高些，一定比虾仁还威风。小石头。山脚下的乱匪们呐喊声炸响，张屠夫提着带碎肉的杀猪刀，率领着30余乱匪向蛇山口冲来。破天王有令，踏平蛇口山，抢粮抢女人，秋月归牛二的，赶狂的剁走。稳住，按阵型来，长枪兵顶前，弓箭手射张屠夫。山民迅速结成盾阵，骤时箭矢如雨，数名喽啰中箭惨叫。没过一会，乱匪阵型便大乱了。张屠夫卖肉时就缺斤少两坑百姓，如今还当匪害命，今日我便收了你。虾仁，我是破天王的先锋大将军，你也配跟我斗？欺负百姓，不宰你，岂不是白首蛇口山？头领已死，顽抗者同下场。霎时乱匪溃散，虾仁抓准时机飞身刺向破天王。虾仁，咱们可是亲戚，我给你粮食行不行？饶我一命！你残害石头与绑孩童炼药时，咋不认亲戚？你的修为哪里来的？谁给你功法丹药？如实说。是黑面巨人给的血煞诀和血魄丹，说造反抓活人炼药就能当大王享富贵。抓了活人，人在哪儿？如实说，还能让你死得轻松点。就在我的大本营里。前面带路，不老实，马上要了你的命。里屋暗格有20多个快断气的孩童，都是炼药用的。好个魔功，想断大周根基，今日已留不得你了。快救孩童，然后把白银分了，功法与丹药拿给姬苍，一定要查清黑面巨人阴谋。姬苍，你大伤未愈，我还劳烦你，实在不好意思。你看这功法丹药能不能炼？万万碰不得。为什么？血煞诀是大周禁魔功，吸食活人精血，修炼者会被煞气反噬，沦为只知杀戮的怪物。那日追我的僵尸，想必就是练了这血煞诀。血魄丹更是会让人六亲不认。黑面巨人好狠，竟敢拿这祸害人，搅乱安昌。他们借乱局行事，妄图掌控安昌，咱们得护住根基，方能探寻幕后黑手。话是如此，只是不知从何查起。春天马上就要到了，最寒冷的时刻就快要过去了。我相信这世道的寒冬也如这季节一样快变了。希望如此吧。冬去春来，积雪消融，羽山穿粗布衫正在农田里除草。
雨山，你还真是越干越利索。东家把我当家人，我当然得好好干，把田收拾干净，就可以播种了。好，田地收拾干净了，我教你点基础功法，以后这蛇口山你可得照着啊。守护蛇口山，我义不容辞。烛影摇曳，县太爷跪坐铜镜前，手指悬在镜面颤抖，铜镜泛出幽光，浮现青州无兵，固守待援8个字。汉军围城半月，城内粮草将尽，就连刁民也声势不断，青州竟无兵可派。王捕头何在？大人您有何吩咐？先挑50个刁民，安上通贼罪名，给我严刑拷打。乱局当前，必须拿人头稳住民心。一名男子在阴暗的牢里被铁链锁在刑架上。我劝你还是说吧，如果你招了通贼同党，也可免受皮肉之苦。明明是县太爷不给粮，如今百姓都已经快饿死，你们倒说我们通贼，有种杀了老子，看安昌百姓会不会反。哼，敬酒不吃吃罚酒，你就真不怕我手上的鞭子？嘴够硬的，给我拖出去游街，在大街上给我晒个3天，让大家看看闹事的下场。是，老爷。王捕头，如今县衙里都快没了吃食，稍后你带人去征点粮来。老爷，县城里哪儿还有粮啊？大家都吃的只剩下树皮了。要想征粮的话，只有一个地方。哪里？我听说司马家的粮仓余粮还多得很。那就去查司马家。不多时，县太爷带领王捕头和众衙役闯入司马粮仓，一进门就看见粮顿如山，陈年谷味混着腐臭。司马家私藏赈灾粮数万担，证据确凿。司马洪啊，司马洪，你贪的可不是粮，反而是给本太爷的投名状。老爷，我们全家可就只有这些粮食了，其他的什么都没有了。只有粮食？你除了粮食还想要什么？这乱世粮食就是性命，全县的人都快要饿死了，你居然还守着这么多粮！来人，把司马家的都给我绑了，给我带走，今天我要亲自审判。司马洪贪墨赈灾粮8000担，饿死百姓100余人，还真是罪该万死。我孙儿饿死时，司马家粮仓的粮，耗子都吃得肥。是司马家愧对安昌百姓，司马洪人面兽心。我本想用我家的粮救济全县百姓，无奈我在司马家人微言轻，这一切都是司马洪的主意，请老爷明察，请安昌的百姓明察。好你个司马东，忘恩负义的东西！我平时可待你不薄，你就这么对你哥哥？你不是我哥，我没有你这样的哥哥。好一出拙劣的演出，司马东，既然你说这事跟你没有关系，那我给你一个自证的机会，你就给你哥一个痛快吧。哥，你小时候最疼我了，最后再帮我一次吧，我还不想死，咱们司马家不能没有后了。司马全族只剩下司马懿还被铁链锁在木桩上。司马东手提染血妖刀，走向司马懿。县太爷，司马公子一直在施救我们啊！我求求您开恩。霎时间，扑通声接连响起，哭求声淹没广场。司马东看着现场求情的百姓，面容越发的扭曲。你们这群蠢货都被他骗了！司马懿施粥的粮都是诈百姓的血汗钱。司马公子是不是骗我们？我们心知肚明，哪怕是骗了我们，但是也没让我们饿死，还请老爷明察。司马家现在我说了算，这家伙死罪难逃了。行了，司马东，都是自家人，何必赶尽杀绝？司马懿年纪轻轻的，你们家的坏事他能说了算，这司马懿就饶他一命。老爷圣明。好了，今天就到这里吧，老爷我累了，要回去休息了。蛇口山脚下，北风呼啸，阿虎背着简陋的包袱和下人告别。黄富贵、黄老财在不远处忙碌。东家，这些年多谢您照应，如今梁王势大，我想去搏一把，要是成了，定不忘东家恩情。阿虎啊，你可想清楚，投梁王这事成了风光无限，败了可是抄家灭门、诛九族的大罪。你爹当年舍命换的薄田，你就这么弃了？我就想赌一把大的，成了就不用再受种地的苦，输了大不了一死。罢了，人各有命，就祝你早日飞黄腾达。黄富贵，你就不想赌一把，跟我一起拼个前程吧？黄富贵拎着烧火棍，听得心头火热。我也可以嘛，
那虎哥你带我。你个小兔崽子，你敢去造反，我打断你的腿，给我回去！黄老财就这么一个儿子，你真要把他带走了，黄老财第一个打断你的腿。那东家，我告辞了。去吧，一路艰辛，你可一定要好好活着。在告别阿虎后，虾仁回到山上，雨山端着饭菜迎接他。雨山，你这厨艺越来越厉害，你也快吃饭吧。您先吃，我干完这些活再吃。雨山，有你在可太好了，我以前饿极了，只能吃猪食。放心，有我在，我顿顿给你做好吃的，不会让你再吃猪食了。好，再也不吃猪食了。我看你那边种的辣椒长得也不错嘛，没想到你小子做饭是好手，种菜也是好手。我告诉你，在别的故事里，种菜种得好，可是能当主角的。什么主角、副角的，我都听不懂。哈哈哈！没事，给我摘几个辣椒，我带去给姬仓那家伙尝尝鲜。好嘞。姬仓，安昌县特产朝天贡椒，尝尝。爽，地道。还有吗？我给你写欠条，再给我来点儿。有是有，但我不爱吃辣椒，你拿啥值钱东西换？培灵药咋样？你是炼气期，我用巨灵草换，1斤辣椒换1株成熟巨灵草，行不？行啊，当然行了。姬仓，你可真大方，我怎么没早点认识你？就在两人交谈甚欢时，突然间听见有人在呼救。虾公子，您快去救救司马公子吧，他被叛军抓走了。叛军？司马懿他怎么了？司马公子太惨了，他的家人都被司马东给杀了。我们好不容易救下司马公子，正要把他送往您这里，可是刚刚出了城就被反叛军拦住了。后来呢？是哪里的叛军知道吗？是被一个叫靠山王的叛军抓走的，我就知道大概方位。公子，您一定得救救他。姬仓，你们守好家，我这就去救人。虾仁骑着大鹅，根据小乞丐的描述，很快就找到靠山王的地盘。叫靠山王那个龟孙给老子出来！你们谁是靠山王？你是何人？找本王啥事？你在安县外抓的青年藏哪了？我可没见过啥青年。嘴硬，尝尝这个。辣椒水从天而降，靠山王被虾仁的辣椒水呛得睁不开眼睛。我都说，昨天交去黑山大王那里换丹药了。黑山大王，快说黑山大王在哪里？说了我就饶你一命。这黑山大王在哪里？小弟也不知啊。我只知道黑山大王的手下在城外到处抓流民，抓到的流民就会带到他们老巢里去炼丹。我这就去会那个黑山大王，我要是发现你说的有半句不实，我就回来取你性命。虾仁灵机一动，想到了办法。他换上一身破烂衣服，装作几天没吃饭的样子，扮成了流民，在荒郊野外溜达起来。黑山大王，你在哪儿了？快来抓我！在深夜的一条小路上，几名黑衣人押送了200多人，缓缓前进。都给我走快点！磨磨唧唧的，是不是找打？队伍缓慢地前进着，黑衣人凶狠恶煞地看着每一个人，哪个人只要动作稍微慢一点，就会招来鞭打。在队伍中间，一个熟悉的身影跟着队伍走着。混进来可真不容易啊，还要受这皮肉之苦。我倒要看看这黑山大王要把人带到哪里去。嘿，那个谁，磨磨唧唧的想什么呢？是不是皮痒痒了？大哥，你在说我吗？我没墨迹啊，我就是看看路边有没有果树，想给大哥摘点果子吃。巧舌如簧，还想吃果子？放心，等会到了地方有你好果子吃。是，等会儿到了地方，我保证给你好果子吃。虾仁跟着这队伍越走越偏僻，走了大半个晚上，终于到一座不起眼的山洞。山洞里别有洞天，黑衣人带着这200人，在山洞岔道里左绕右绕之后，终于将他们关进一间很大的石室之中。都给我老实待着，要是被我发现谁耍心思，小心我手中的鞭子。虾仁坐在石室里面，暂时没有轻举妄动。这里面没有灯，漆黑一片，神识透过石门，一直看着外面。好家伙，这里面可真够大的！这些黑衣人看上去都禁不住我一根手指的力量，直接冲出去算了。但是这里这么多人，我要整点动静出来，那不得闹翻天了！我得想一个不打草惊蛇的办法。有了！只见虾仁两手微微一用力，就崩断了绑他的绳子，在黑暗中悄悄地把身边的人一个一个的敲晕掉，随后从身上掏出2张黄色的符纸。好宝贝，又该你们出场了。同时使用这2张符，就算是炼气后期的大高手，也无法用神识发现。黑山大王，老哥我来了！
虾仁把2张神符贴在身上，他的身形随即消失，身上所散发出来的气息也全都被收敛在体内。虾仁在山洞里缓缓走动，他看着山洞里每一个关押着人的石室，这里关了起码上千人，但是却没有发现司马懿。今天运气不错，弄到了一担粟米，终于可以换个口味了。是啊，每天吃2脚羊，吃腻了。你俩再蛐蛐什么呢？还不快去干活！虾仁都没注意到迎面走来的高大麻子脸，只见他背上背了一只差不多跟他一般大的葫芦。此人凶神恶煞，起码有炼气5、6层的实力。是堂主，我们这就去干活。哎呀呀，这还是个领导啊！那我跟你走，看你到哪儿去。虾仁跟着麻子脸来到一间密室，密室墙上放满了瓶瓶罐罐。麻子脸走到密室的一角，放下背上的葫芦，开始找什么东西。我去这么多培元固本丸，我去这么多基叶续骨草，都是宝贝呀！这出门不捡点东西，是不是就是亏了？想到这里，虾仁掏出葫芦，悄悄地把这些宝贝一股脑的全收进了葫芦里。傻大个，你还在忙什么呢？你家的宝贝都没了。看你这么认真，小爷我奖励奖励你，给你葫芦里加点料。麻子脸找好东西，抱着一个木箱走出了密室。虾仁悄悄地跟在身后，七拐八拐地来到一间大石室。是司马懿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在其中一个柱子上，脑袋低垂，白发如雪的正是司马懿。只见石柱上的每一个人的涌泉穴都流出一条血线，血流汇入鼎中。麻子脸揭开顶盖，里面坐着一个皮肤被烤得红彤彤的人。还好我没有轻举妄动，这人实力起码有炼气6、7层，硬碰硬怕是占不到便宜。大王，热死我了！快点拿水来！这一血炼煞之法，修为增长确实快，就是太热了，受不了。哎呀，怎么这么热啊？我都感觉水是热的。这是什么水？我怎么感觉越喝越热？怎么火辣辣的？这就是我刚从山下打的山泉水呀，我都喝了不少。大王，你是热晕了吧？孽障，这是山泉水，这明明是辣椒水。老夫哪点对你不好，竟敢谋害老夫？大王息怒，属下对你一直都是忠心耿耿。好一个忠心耿耿！鼎中的黑山大王本就热得发狂，现在又喝下大半壶辣椒水，更显得暴躁。从鼎中跳出来，连衣服都没来得及穿，对着麻子脸就是一顿拳打脚踢。打起来，打起来！麻子脸糊里糊涂挨了打，一脸懵逼的也不敢还手。打呀，还手呀！白长那么高了，不还手我帮你还手。虾仁悄悄地溜到旁边，抡起拳头就是一记重拳砸在黑山大王脑袋上。好啊，你还敢还手？今天老夫就清理门户。麻子脸发现了黑山大王脸上流露出来的杀气，连忙起身就想逃跑。大王，你糊涂了吗？我哪还手了？我不是没动吗？少废话，看招！是可忍孰不可忍，大王你可别欺人太甚。好家伙，看来你真的是要反了，拿命来吧！麻子脸看着黑山大王真要自己的命，此刻他也不想坐以待毙，奋起反击，两人随即扭打在一起。虾仁在一旁看准机会，时不时的送上几记暗拳。终于，麻子脸被黑山大王打倒在地，动弹不得。黑山大王挨了太多无形的拳头，也瘫软在地上。虾仁看到两人动弹不得，来到司马懿身边，把司马懿从柱子上放了下来。司马懿，快醒醒！我是虾仁，我来救你来了。黑山大王看到司马懿被放了下来，还有人说话，好像明白了什么。是谁在说话？你是什么人？虾仁怒火中烧，捡起地上的水壶，来到黑山大王身边，一手抓起黑山大王，把辣椒水全都灌进了他的嘴里。说怎么才能救活他？如果救不活他，我让你生不如死！你说啊，到底怎么救司马懿？哈哈哈哈哈哈！别痴心妄想了，就不活他了。那你就给他陪葬吧。兄弟，你可别死啊！我这就想办法救你，只能赌一把了。虾仁在石室里焦急地踱步，时不时看看丹鼎里司马懿的情况，鼎里散发着微弱的光芒。有效果，有效果！兄弟，你可得撑住啊！不多时，丹鼎突然剧烈晃动，片刻间，司马懿浑身赤红，赤裸着从鼎中飞了出来。司马懿，你醒了！虾仁刚准备过去，但是几个黑衣人听到动静，立刻举着刀冲进来。司马懿缓缓抬起手，那些黑衣人身上的精血就被吸了个干干净净。挡我者死！兄弟，你看看我啊，我是虾仁啊，
没想到司马懿已经走火入魔，竟然连虾仁都认不出来了。虾仁只好骑着大白虎在空中与司马懿周旋。你别乱杀人啊！等等我，你快清醒清醒啊！我是虾仁啊！快跑啊！是血撒体！别杀他，问清楚情况。司马懿根本听不进他的话，一瞬间就把前来的人全部杀了。兄弟，你怎么了？快醒醒啊！怎么一言不合就暴走了？给你试试我新做的辣椒水吧。虾仁将葫芦里的辣酱水全都倒向了失控的司马懿，被辣椒水浇灌后的司马懿行动变得缓慢起来，渐渐的像是恢复了意识。司马懿，你好了吗？快看看我是谁！我是虾仁啊！我这是怎么了？兄弟，你醒过来就好，快跟我一起回家吧。姬苍宝贝多，回家我让姬苍治好你。好的，我们回家。可是我的家没了，我的家人都死了。兄弟，我的家就是你的家，跟我回家把你治好。好，我记得之前跟我一起被抓起来的还有好多人，把他们也救了吧。要是不管他们，他们也会饿死的。好，光急着救你，我把他们都忘记了。恩公，是您救了我们的命，我等愿为您做牛做马。都起来！我就是个种地的，没那么多粮食养你们。恩公，我们跟着你，饿死也不跑。这世道只有蛇口山能活命。行，都跟着，但丑话说前头，得干活。人群欢呼着跟着虾仁和司马懿下山，在蛇口山山脚，小乞丐带着几人蜷缩在角落。虾仁大哥，你终于回来了！看我把谁带回来了！是司马公子。司马公子身受重伤，姬苍在哪里？快带我去找他。好的，公子，跟我来。小乞丐带着虾仁和司马懿找到姬苍，虾仁把在黑山大王那里发生的事原封不动地告诉了他。这是上古魔道的血煞之术，速成但噬人心智，得尽快炼化，否则迟早失控。鸡哥，你还真是啥都懂，你说要怎么做？要10金朝天啊！上次给的10金不够吃。好的，没问题，只要能治好我兄弟，以后辣椒管够。仁兄，这上古法术真有破解的办法？办法肯定是有的。俗话说得好，办法总比困难多。只是想要破解，多多少少是要吃点苦的。只要仁兄能救我，别说吃苦，以后就是为仁兄卖命，我都愿意。给我卖命这倒不用，只是这上古魔道功法若速成会蒙蔽心智，得炼化体内血煞，别再吸精血了，否则迟早变成杀人怪物。鸡兄，我这兄弟就交给你了，我先去安顿好刚刚救回来的百姓，我让他们给你多多种辣椒。放心吧，我一定治好他，你安心去忙吧。说罢，虾仁转身来到山寨口，刚刚被救回来的百姓还在原地等着虾仁。你叫什么呀？恩人，我叫孙旺财。旺财兄弟，你带大家去开荒种地吧。咱这山上吃食不多，吃的得靠自己种，住的得靠自己建，条件艰苦，就辛苦大家了。恩人愿意收留我们，就心满意足了。我们绝不白吃白拿东家1分1毫，我们愿卖身为奴，永世为恩人卖命。我又不是地主老财，不需要你们为奴，从此以后我们都相依为命了。谢谢恩人，你就是我们的再生父母。去吧，后山荒地还很多，我们一起建设家园吧。孙旺财抱拳领命，人群欢呼着往荒山而去。这世道可真是乱啊！一条人命也就换一顿吃食，也不知道要等多久才能恢复太平。转眼来到了新年，蛇口山脚下，千人聚在一起过年。虾仁和司马懿还有姬苍都端大碗蹲石头上吃饭。原来吃的驴肉是从鸿雁楼后厨偷的剩菜。咱这年过得多好啊！别人都在愁没吃的，但是咱好歹能敞开肚皮吃顿白米饭。这鸿雁楼的菜做得真不错，改日再去偷一点。你这偷东西还说得理直气壮，那你说咋办？要想活下去，这都不算啥。话虽这样说，但也不是长久之计。我过完年得离开一阵，我还有些事得去办。啊，你这吃完就要走？那你给我的欠条咋办？我也没办法，也许还会回来。如果没回来，你拿着借条去青州府衙门，或者到京师找我。你家在京师，那你有没有见过皇帝老儿？在京师，你要是喊皇帝老儿会被治罪的，至少要称呼隆兴圣皇帝。爱叫什么叫什么，如今我们都要饿死了，也没看他救救天下。这身在乱世，他可能也无能为力吧。大年初一，姬苍便离开了蛇口山，
虾仁开始安排手下开荒种地，没想到正春耕时，便看到姬仓带伤回来。你咋又受伤了？遇到邪教高手没打赢，而且我打探到不好的消息，如今青州府军队被邪教叛军打败。虾仁，我想请你组建军队扫平周边叛乱，我这次给你开个大欠条。我不干，刚开垦出荒地，正是春耕种地时候，我为啥要去打仗？邪教叛军势力越来越大，我可以给你开很大的欠条，可以给你灵丹、灵淬、灵石、法器，修炼功法，推荐你当官。不行，上次我帮官府做事被坑惨了，多亏有司马懿救我，我要趁着春耕把粮食种下去，这才是正事。可要是不镇压邪教叛军，青州百姓都要遭殃，这也是为了青州无数百姓。我知道你说的道理，但我得对跟着我的人负责，我就想安稳种地，让大家有饭吃。不保大家，何来小家啊？这个道理你怎么不懂？好了好了，此事日后再议，我还有要事要办。站住！闲杂人等不许进梁王府。狗蛋装啥呀？小时候咱可是一起上山砍柴摸鱼的交情，别闹了，我找张有粮有事呢。大胆！梁王名讳也是你能喊的，咋现在是梁王座下中郎将？就在三人在门口争吵时，小娥子从里面走了出来。哥，你怎么来了？快进来！你个白眼狼还中郎将，我看是不中用。本将军不跟你一般见识。你哥都称王了，咋把你饿成这样？灾年没有吃食，王爷也没用，家里存粮早没了。我蛇口山囤了粮，以后去我那吃。哟呵，稀客啊，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？我来是有事相求。哎呦呦，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，听说你在蛇口山成了山大王了，还有事能求得到我们这里来？我想买你的荒地。如今群雄逐鹿，你竟然还惦记1亩3分地？卖不卖吧？不卖，光着长草也不卖给你。小蛾子，吃点驴肉，1斤肉换10亩地，换不换？换！你有多少肉？我有600亩地，全换给你。还是弟弟懂事，明日我就托人送60斤驴肉来。我可不是看上你的肉，我是讲我们多年的情分。行了行了，谁跟你有情分？这家里除了小蛾子，跟你们没情分。准备好收你的肉吧，小蛾子，哥还有事，哥先走了。有时间我会去蛇口山看你的。虾仁回到蛇口山，姬仓正组织大家进行战斗训练。如今邪教叛军里修仙者越来越多，现在武器不足，你这军队遇到他们就是待宰羔羊。我也知道，可没办法啊，谁让修仙者个体太强了。我这倒是有一仙道功法，要不传你？私传修仙功法可是要被治罪的，你别想拿我当枪使。别这么想，这乱世要自保，活下去才重要。那行，但先说好，我们只为自保。姬仓向虾仁和百姓们传修功法，虾仁修为很快突破到了炼气6层。等到秋收时节，军队就已经出城。时间过得可真快啊，不知不觉就该秋收了，这大半年的苦都没白吃。虾仁统计过了，光稻谷就收了2000多担，还有大豆、红薯。好，以后大家终于不用饿肚子了。姬仓，我还想到一件事，我想练那培元固本丸。近日我去搞了个炉子，你去瞅瞅能用不？品质不错，就是被魔气污染了，是从邪教那顺来的吧？炼丹容易出异变。可不是想了点办法搞来的，未必我找他买，他们还能卖给我不成？那看看这该怎么搞？我可是天生炼丹胚子，万一我炼成了呢？你呀，就没个正形，成不成看你造化了。有你帮我肯定没问题，我就闭关炼丹，百姓们就交给你了。虾仁就扛着大鼎上山，在多次失败后，终于练出了培元固本丸。刚是城出山，山下巡逻队敲锣示警：“东家，不好了，山下有邪教叛军来袭。”叛军没事来我们这大山里干嘛？天下大乱，想独善其身是不可能的。邪教找上门，这是早晚的事。来得正好，小叛军不等我去找他们，还自己送上门来了。今天就在家门口把他们收拾干净，召集大家伙列队迎战。山脚下，虾仁军队列阵迎战，百姓们虽然武器简陋，但却士气高昂。就凭你们这些凡人也想挡我的路？凡人，兄弟们，
上道法！只见千人气息相连，形成护盾。经过一番惨烈的厮杀后，邪教损失惨重。没白练，军队能打了。虽然邪教损失惨重，可他们不会善罢甘休的。这只是一方邪教势力，要不了多久，其他邪教也会来的。我知道，咱们的太平日子恐怕是到头了。这一天终究还是到了。蛇口山咋这么强？个个都会仙法。这股势力可不能小瞧了，一日不除，必将养成大祸。传我命令，将蛇口山大圣邪教的事传播出去，就说蛇口山已经放出话，要荡平天下所有邪门歪道。是王爷。大哥好手段，到时候鹬蚌相争，我们就坐收渔翁之利。战斗结束后，大家都在休养生息。姬苍正与大家交流着战斗经验。姬苍，在你的指导下，战斗力指定能再上台阶。那是必然。对了，你炼丹那事儿咋样了？别提了，服药用光了，县城现在乱成一锅粥，而且商路全断了，根本没地儿买材料。药材这事儿，你得多上心。明白，我心里有数。队伍有你训练着，肯定稳得住。我就操心炼丹的事，不然弟兄们受伤了，连个丹药都没有。虾人没办法，只好离开营地寻找药材。临走时向司马懿打探进城的隐蔽入口。虾人一路颠簸，来到一处河道入口。就这破地方真能进城？司马懿那家伙可别是忽悠我。虾人在黑市里瞎逛，问遍各处都没有药材。不知不觉，虾人逛到了典师府门口。虾人想了想，典师府可能有他需要的东西，试试能不能混进去。几位兄弟，我是典史大人旧部，听闻大人抱恙，我特来探望，劳烦通传一声。哪来的穷酸？大人病了不见客，滚滚滚！你这人咋回事？我都说了是大人的旧部，好歹我是你们前辈，你是啥态度？麻烦你通报一声。一天来10个就不混吃混喝，还不快滚！需要我棍棒伺候吗？虾人见正门进不去，悄悄绕到府后，越过围墙，潜入府内。府内的粮仓里粮食堆积如山，虾人掏出葫芦装了几袋粮食。这典史老头竟然搜刮这么多东西，也让咱兄弟们享用享用。话说这炼丹辅材老东西放哪里了？去他房间找找。虾人悄悄摸进典史屋内，此时典史大人正躺在床上酣睡。这老东西这么早就睡了，不是说病了吗？怎么一个看护的人都没有？不过也好，正好我好找找丹药。谁在那儿？完了，我这大半夜的在他屋内，怕是解释不清楚啊。是谁？我都看到你了，出来吧。大人，是我，家人曾是您下属，听闻您抱恙，特来探望，没成想府里守卫不让进，所以我才……探望？当我傻？不让进你就偷偷潜入我的屋内啊？你小子就是来偷东西的吧？大人，您听我解释，我是想看望你的，但是看你睡得香，不忍心打扰你。对，继续编，不忍心打扰我，所以你就自己悄悄的找是吧？你这不是偷东西是干什么？我就是缺点炼丹辅材，本想找您要的，不想打扰您，可不就只能自己找了吗？你个小兔崽子，花言巧语，今天非教训你不可。典史大人身手敏捷，看来并无大碍，我日后再来拜访您，我就先走了，您就别送了。典史这老货身手不减当年啊，差点就让他给抓住了。可是这辅材得去哪找啊？虾人正埋头走着，一抬头看见迎面走来一个熟悉的身影。虾人兄弟，好久不见呐！丁庄主是您啊？大晚上的您这是要去哪儿啊？我刚从外地办事回来，走，到我家去，我们好好聚一聚。这是多久没见了？这么晚了，我就不打扰了，我现在还有要紧的事要办呢。说啥打扰？家里刚备了土鸡好酒，吃个便饭，你再走也不迟啊。真对不住丁庄主，实不相瞒，我是去县城里买药材的，这忙了一天，一点药材都没买到啊。要吵？这不是巧了吗？我就刚去外地买了药材回来，这安县的药材早就被那些官老爷们收走了。哦，真的吗？那你是去哪里买的？我也去买点。这方圆500里，怕你是不好买到药材啊。我可是在800里外的县城买到的。你要些什么？我可以匀你一点。真的吗？那太好了，你可真是帮我大忙了，我替我蛇口山的百姓们谢谢丁庄主了。不言谢，在这乱世就得互相帮助。如今能交心的人可不多了。
虾仁告别丁庄主，带着云来的药材返回蛇口山。哟，虾仁又从哪家大户搞来这么多好东西？哪儿是什么大户，刚好遇到丁庄主从外地采购药材回来，他匀了我好一大半，真是个好人。是个好人呐，这世道人人自危，还能帮助别人的真的不多见了。等把药炼好，队伍里兄弟受伤也能有个指望。就在两人交谈如何炼制丹药时，小蛾子走了过来。哥，我来看你了。小蛾子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一个人来的吗？我一个人来的，我就是想你了。你一个人来多危险啊！下次你要来就托人给我带个话，我来接你。哥，我来是有事要跟你说，我要嫁人了。啊？你才多大啊？谁允许你嫁人的？12哥跟我娘说的，我娘也答应了，可是我不想嫁。好妹妹，不想嫁就不嫁，我去找他们要个说法。虾仁带着小蛾子回到张府找张有良讨说法，在府内和张有良和沈娘都起了冲突。张有良，你安的什么心？小蛾子才13岁，你要把她嫁给谁？这是我们家的事哦，轮不到你一个外人插手。小儿子嫁过去已是板上钉钉的事啊！你个白眼狼，这些年我辛苦把你拉扯大，你如今有人有事了，不孝敬我，还来管小蛾子的婚事，这轮得到你说话吗？沈娘，你吞了我家财产就算了，小蛾子可是你亲生的，你要把小蛾子往火坑里推，你良心被狗吃了吗？这是我家的决定，你再闹也没用。娘，哥，你们别吵了，我嫁。小蛾子你别怕，如今我在这里就不会让他们胡来。跟哥走，跟哥到蛇口山，别待在这个家里。你今天要是敢带小蛾子走出这个门，我就死在这里。娘，我嫁。小蛾子你别怕，跟哥走，咱不嫁。哥，你别逼我娘了，我嫁。这才像话嘛！虾仁看到没？小儿子也愿意嫁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小蛾子，哥是怕你受委屈。哥没事的，要是有人欺负我，我就告诉你，你就替我出头。好妹妹，哥不会让人欺负你的，受了委屈你就告诉我，我带你去蛇口山。哼，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。有良送客，我们得准备婚事了。小蛾子出嫁之日，虾仁前来送亲，跟着送亲的队伍来到了男方家。男方家布置透着怪异，这地方咋看着这么邪性？莫不是和邪教有关系？小蛾子可千万不能栽在这。夜幕降临时，酒席开始。参加酒席的没有几个人，女方家除了虾仁，不见张有良、张有信的身影。二舅哥，喝一杯吧。大舅哥和三舅哥有公务在身，提前离开了，只有二舅哥您多替他们喝几杯了。我跟你说啊，你要是对我妹妹不好，我可要收拾你。二舅哥放心，我保证不会让你有机会收拾我。说着，虾仁只觉得头晕晕的，一头栽下，昏睡过去。新郎见状，招人把虾仁抬到地牢。二舅哥高兴，不胜酒力，把我二舅哥抬到里屋休息。宴席过后，宾客散尽，小儿子身着大红嫁衣，满心焦急地询问虾仁下落。我哥呢？你说你哪个哥？张有良现在应该正在攻打蛇口山了吧？张有良回蛇溪村攻打蛇口山了，那虾仁哥呢？他在哪儿？虾仁，他这会儿应该毒发身亡了吧？不可能，你们肯定在骗我。他在哪儿？我要见他，我要见我哥。给我老实坐下。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为什么要害他？新郎缓缓走到桌前坐下，语调冰冷地向小蛾子讲述20多年前的恩怨。你父母害死了他父母，若他活着知道了真相，必定会血洗你家满门。张有良联手邪教攻打蛇口山，就是为了永除后患。我爹和虾仁哥的爹是兄弟，怎么会做出这种事？20多年前的事，你只有去问问你爹了。反正虾仁家被你爹害得可惨了。为何是这样？虾仁在地下铁牢里苏醒，接着依靠解毒丹艰难解了毒酒之毒，随后开始谋划逃离。这解毒丹药效是真霸道，想把我困在这儿自生自灭，可没那么容易。小小邪教还想困住我，正好把你们收拾干净，带小蛾子回家。虾仁一路杀出地牢，地牢里惨叫声响彻整个院子。是谁敢大包天闯我地牢？找死！是虾仁哥吗？虾仁哥，是不是你的魂魄回来了？我瞅见一件件物件突然消失，第一个念头就想到你。小蛾子别慌，不是魂魄，这点手段还害不死我。
没想到你居然还活着，真是小瞧你了，虾仁。来人，给我上！老大，上哪儿啊？人都看不见。小蛾子别怕，躲远点，我先解决这货。虾仁哥小心呐！你到底是谁？为啥针对我们？废什么话！要杀要剐动作麻利点，你的蛇口山怕是回不去了。自到临头还嘴硬，没救了。小蛾子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只是我刚刚听他说大哥和二哥去攻打蛇口山了，你快回去看看吧。虾仁瞬间明白为什么这里只有这么点人，这事可不小。小蛾子，快找找这里有什么能用的，我们马上赶回去。哥，你还有心思搬东西呢？你家都要没了。嘿嘿，来都来了，不能空手回。再说了，我的蛇口山可不是那么好打的。虾仁翻箱倒柜，掏出培元丹、还真丹，又摸到个木盒，里头有5块亮晶晶的石头，还有瓶黑乎乎、灵气浓的怪异的药钵。这玩意儿不像好东西。哥，咱赶紧回蛇口山吧，我怕大哥二哥。好，咱们这就回去。大鹅，吃颗丹药，载我们回去，以后天天给你加餐。哥，这鹅靠谱不？放心吧，小蛾子，咱这就出发，去看看蛇口山那边的战况。不多时，大白鹅振翅飞向蛇口山。蛇口山已是战火连天，只是看着并没有什么死伤。哈哈，虾仁，你咋把新娘子带回来了？这一切都是张有良那狗东西安排的调虎离山计。瞅瞅，邪教窝里摸的这石头是不是墨石？这是毒药流，能害修仙者，内服外用都成，就是见效快慢，看修为。嘿嘿，习惯搜刮了，改不掉。情况咋样了？对方人多，但咱也不是好惹的。你来的正好，咱们一起杀敌。好。虾仁运转真气，声音传遍战场。乡亲们，我是虾仁，大家别着了张有良的道，他串通邪教来害我们，大家可千万不要跟着张有良和邪教同流合污啊！此言一出，叛军阵脚大乱，不少百姓当兵是跟着军队打邪教的，怎么也没想到张有良竟然暗通邪教。兄弟们，敌军已乱，跟我冲，把这些邪祟砍回老家去！只听士兵们齐声呐喊，举着兵器冲锋，一路把敌军打出了蛇口山。好你个虾仁，等我哥去找来救兵，再来灭了你这蛇口山。张有良不想便宜了邪教，便从蛇口山后山进入来个捷足先登，却因此被荆棘划伤。哎呦，这破山的破刺是要把我刮成筛子吗？张有良挣扎间，大鹅直接向他扑来，他没有丝毫犹豫，再一次跳入荆棘丛。蛇口山的灵气这么足，要是能占了这儿修炼，不出3年，我定能突破。你是谁呀？怎么钻在刺丛丛里？主人说过，刺丛丛会咬人的，你不怕疼吗？小兄弟，快救我出去！我叫雨山，是虾仁主人最忠诚的奴仆。你看，这是主人给我的衣服，你也要当主人的奴仆吗？雨山道友，你主人肯定是大好人，你救我出去，我跟着你主人干活。行，那我帮你拔刺，你可别叫哦，我平时拔草就这么拔的。哎呦，轻点儿，轻点了，我的胳膊要断了。拔刺都要叫吗？我拔草的时候，草都不叫的。就在这时，山下传来轰隆隆的闷响，同时还夹杂着兵器碰撞的声音。张有良知道是自己的兵输了，并且输得很彻底。蛇口山山脚下的战场刚结束，地上散落着断裂的兵器和邪教徒的尸体。小蛾子站在一旁，脸色苍白。小蛾子，你脸怎么这么白？是不是刚才打仗吓着了？没有，我就是看地上太乱，有点不舒服。跟我还瞒什么？从早上你就不对劲，是不是有啥心事？走，我带你去那边的石头上坐会儿，慢慢说。哭啥呀？有我在呢，是不是家里出啥事了？虾仁哥，小蛾子刚要开口，突然听到山顶传来惨叫声。两人看到一个人影从山顶摔下来，砸在不远处的乱石堆里。谁？小蛾子，你在这儿等着，我去看看。虾仁哥，我跟你一起去，我害怕。张有良，你这贼子，竟敢来蛇口山捣乱，还敢摔下来送死！虾仁，你别过来，有话好说，咱们好歹也是堂兄弟，一家人。小儿子，你快帮哥说话呀！虾仁哥，你别听他的，我刚要说的事就是你爹娘的死，
其实是……你这小贱蹄子不许说！张有良，你个畜生，你敢伤他，我非斩了你不可！小蛾子，你可别吓我！司马懿，快帮我救救他！别急，让我先看看，我没把握一定能救活他，只能尽力吧。眼见小蛾子缓缓睁了眼，虾仁将最后3粒还真丹尽数给了司马懿，素日里视若珍宝的丹药，这次却无半分不舍。小蛾子强撑着身子，断断续续地告诉虾仁他爹娘的真相后，又一次晕了过去。应该死不了，只是短时间难以恢复，需要慢慢调养。多谢，那他就交给你了。秋月、孙旺财，你们做好准备，3天后出发，咱们反攻回去，彻底剿灭邪教。主人，你可算回来了。昨天来了一个人，我好心帮了他，还劝他留下来安心给主人当奴仆，他竟然还不愿意，悄摸着逃了。我知道那个人已经被我解决掉了。多谢主人当年不杀之恩。雨生，只要你好好干活，咱们永远都是一家人。说罢，虾仁便把这次在邪教老巢收获的药材都交给了雨山，让他拿去仔细栽种着，自己仅留这几份可以使用的药材，继续炼制着丹药。没想到自己的父母就是因为一块这样的灵石被兄弟告密，最后被邪教当众处以极刑。由于当初是在蛇口山捡到的，便一直让张有良对蛇口山念念不忘。这一次攻打邪教，定不能输了。雨山，你看好家，别总想着逃跑，我去杀几个人就回来。我要带兵去打叛军和邪教了，你要不要一起去？我去看看热闹也行。出发！随着虾仁的一声令下，一支2000人的队伍便浩浩荡荡地向着三岔子镇方向出发了。虾仁带着队伍浩浩荡荡地赶到三岔子镇，可却让所有人在镇外列阵等待。随后便骑着大白鹅，独自一人飞到三岔子镇上空。原来他这一次出发之前，往葫芦里收了很多大大小小的石头，此时飞在天上，直接往下方的房子扔石头。在场的所有人活了大半辈子，见过下雨下雪下冰雹，却从未见过天上下石头，根本不知道该如何应对。在一片石头雨的轰击下，所有人惊慌失措往镇外逃跑，却又被守在外面的人拦住。一场大战，2000人的队伍还没怎么出手，就已经结束了。鸡哥，帮我盯着外围，若有邪教徒逃出来，务必截住。我进镇找活口，探探张有信的踪迹。你快去快回，小心别中了埋伏。虾仁大爷，我是王秃子，乡里乡亲的，能不能放我一马？少攀扯，张有信藏哪了？在那，张有信这个狗贼，他霸占了乡郑家的院子。你干的坏事，够死10回！说罢，快步往乡郑家赶去。此时的沈娘被砖石压住下身，满地血污。沈娘见到虾仁，先是狂喜，转而扭曲成惊恐。我的好侄儿，救救我！咱们可是一家人，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呢。虾仁站在屋里，双手环抱于胸前，看着沈娘在地上哀嚎，丝毫没有上前救人的想法。我的好侄儿啊，事到如今还在埋怨我以前打过你吗？你不懂，打是亲，骂是爱，这都是为你好。看在10年养育情分上，你可不能见死不救啊！养育？你卖我家田产，吞我爹娘遗物时，可曾想过养育之恩？我问你，我哥怎么死的？你哥是误食毒草，与我无关。腿伤是你推他下沟摔的吧？我看得清清楚楚。还有我爹娘也是你们告密的吧？然后才会被邪教处死。是又怎样？那是他们该死。你那爹得了宝物，舍不得分享，想要独自藏起来发财。像你爹这种不仁不义、狼心狗肺的人，死了也活该。哼！还有你那个哥哥，比你大几岁，知道了一些不该知道的，竟然敢当着老娘的面嚷嚷着要报仇。哼，在老娘手底下讨饭吃。还想报仇？做梦！当年恶行，今日清算。疼死老娘了！你个杀千刀的，你有本事就一刀杀了老娘啊！我不会杀死你，我要你生不如死！眼看虾仁追了出去，紧接着从隔壁一个房间的废墟中爬出一道灰扑扑的人影，原来是张有信。他在自己身上用了一张脸戏符，彻底掩盖住自身气息，这才逃过一劫。张有信来到他娘被废墟压住的地方，看到母亲被砸的惨状，眼中露出怨毒神色。儿啊，你没死太好了，救娘！娘不想死。娘，你小声点，等下虾仁又回来了，你安静一下，
听我说。娘的好大儿啊，你有什么主意？娘都听你的。娘，大哥这么多天没有回来，很有可能已经死了。什么？怎么会？我的儿啊！嘘，别哭，惊动了别人，咱们都得死。娘啊，可你现在伤成这个样子，带上你，我就逃不掉了。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张有信说到这里，双膝跪倒在母亲身前，眼角滑下2行泪水。儿子，你的意思是不救我了？可我不想死，我怕死，我还没活够。娘，你这样躺着受苦，儿子于心不忍，长痛不如短痛，你可不要怪我。片刻之后，张有信又拉了几块废墟木板，将母亲尸身盖住，伪造被邪教所杀假象，惊慌失措地往镇外逃去。虾人追至乱葬岗，镇外荒野外修仙老者悬于半空，背后扶着3口飞剑，剑气割裂风沙，眼神死盯虾人，恨得双目喷雨。嘿，小贼，回我邪教驻地，拿命来！你毁了我的分舵，老夫今天就要剥你的皮，抽你的筋，炼你的魂魄！老贼，有本事抓住我再说！快去搬救兵，把姬苍喊过来！嗨！孽畜！小贼，今日算你命大！邪教据点在哪？城西破庙，大爷饶命！你问他邪教据点是为何？不想缩在蛇口山种地了？对了，鸡哥，你之前说的那些好处还算数吗？当然，我说过的话一直作数。你想要什么，我现在就写欠条给你。欠条要写什么东西？让我思考几天再说，我还没想好。没问题，随便你。只是你怎会突然就转了性子？我也是武秀才，突然觉得应该挺身而出，报效朝廷。这邪教不除，百姓难安啊！张有良那帮人一倒，空出的地盘不能乱套。你说说咋收拾这摊子？我寻思着，先把那些散兵游勇收拢，然后安排到各村种地，让他们踏实过日子，省得生乱。行，你去办。记住，那些人都是一群吃惯人肉的凶徒，你别心软，该杀就杀，治恶疮得剜肉剔骨，别留后患。秋月，你带些人准备干粮，一定要把咱养的3只羊也照料好，别掉膘。孙旺财，你挑2000精壮，过几天跟着我出征，咱得把周边不安分的都镇住。在把秋月和孙旺财都安排好之后，虾人又转头找上了姬苍。他思考了2天，也没想好具体该要点什么好处，干脆便来探探姬苍的口风。鸡哥啊，你打算给我一些什么样的宝物呢？咋的？你想了2天还没想好吗？倒也不是没想好，只怕太贵重了，不好意思向你开口。你说来听听，我考虑一下。其实对你来说应该也不算什么，随便给我1000粒筑基丹就行。1000粒？你当丹药是大街上的糖豆，随便抓？你可真敢开口？那500粒、300粒总行吧？我都让步了。看来你是真不知道1000粒筑基丹究竟有多大的分量，就敢狮子大开口。就是放眼整个青州也没有这么多筑基丹。再说了，这筑基丹原材料需要数百年份的武灵草，而这5种灵草又必须在特殊的灵地才能生长。行，鸡哥，那就50粒，怎么样？你该不会连这么一点筑基丹也没有吧？1000到50，我已经做出巨大让步了。你好歹也是大户人家，也不要太抠门了。你怎么不直接开价1万？从1万到50，你的让步更大。再说了，咱们俩谁抠门？你心里没点数吗？鸡哥，哪里话？你是大户人家，随便拔1根毛也比我的腰粗。行了，筑基丹只能给你1粒，多1粒也没有，还必须到郡府衙门登记。听到只有1粒筑基丹，虾人并没有失望，心中反而有点小小的窃喜。他以前在书上就看到过几次，据说筑基丹极为珍贵，很难得到，否则县太爷混了这么多年，搜刮了那么多的财富，也不至于至今仍然是炼气修士。再给1粒、2粒怎么样？我帮司马懿这小子也讨1粒。不行，每个人只能登记领取1粒，这是王朝律法，我也不能违背。炼丹房里出品的每1粒筑基丹都是有数的，必须知道其下落，绝对不能让筑基丹落入到奸佞之人手里。你看这一次叛乱，邪教徒里面大部分都是些炼气修士，筑基以上极少，这样平叛就要容易多了，叛乱再大也难成气候。这些筑基丹即便积压在库房腐朽，也绝不能轻易流出。若一人拥有强大实力，必然渴求与之匹配的财富、权势与地位。当拥有毁天灭地的实力者，谁还能安心躬耕田亩、缴纳赋税、服徭役？
谁不愿成为人上之人？然世间财富与权势终有定数，唯有奴役他人，方能获取权势与富贵。虾仁此刻仍然还没意识到，机舱送出的一粒筑基丹竟然有这么多含金量，那是通往上层的门票。在他心里，仍然以为是一粒比较贵的丹药而已。鸡哥，我这人喜欢用重剑，那你能不能再给我本剑法秘籍？这是开山断水剑，就适合你这用重剑的莽夫，拿去吧。雨山，我这次要出去一段时间，你看好家，等我回来。主人放心，雨山永远是你最忠诚的奴仆，主人的恩情，雨山一直牢记在心。见雨山这次如此懂事，虾仁满意的点了头。随后虾仁出发，带走了30只大白鹅，只留了12只在山上看家。在山脚下，2000人的队伍已经整装待发。弟兄们，出征！随着队伍有序开拔，途经一座村庄的时候，里面有一支称王的反军。虾仁带领一群大白鹅直飞到村庄上空，扔下一块大石头砸向村庄。叛军们听好了，投降不杀，敢反抗，死路一条。叛军见巨石砸落，阵脚大乱，少数顽抗者被虾仁几剑扫倒，但是多数投降。主公，这股势力如果能拿下，必定有好处。一部分小队留下驻守，把地盘规整好，还有剩下的人跟我一起，把那些不安分的叛军都收拾干净。主公，邪教徒的据点消失了，咋找都找不着。这些邪祟肯定躲起来了，下令一个地方不落的搜寻。咱庄主4大3严，咱们住的日子踏实。那可不，10里8乡的谁不羡慕咱们庄的生活？赵大王，诸位久等了，请随我来。已经到水库底下了吧？这是自然，那条水灵脉就在水库的底下，在这灵脉上面修炼，事半功倍。好了，到了。赵大王，你不一起进去吗？我运气不好，抽签的时候没抽中，我只能在这里祝各位早日神功大成。这是什么地方？我的修为咋调动不了？我咋还流血了？这是咋回事？我怎么流鼻血了？一群蝼蚁，幸好给我血迹，助我突破筑基境。恭喜家主神功大成，顺利出关。这3天3夜，我一直守在这儿，就怕出岔子。强了，若不是你提前寻来13个先天境的活人，变成血魄丹给我补灵力，我这关怕是熬不过去。老夫永远不会忘记你的功劳。当年我在乱葬岗把你捡回来时，你才5岁，如今都能为我办这么大的事了。对了，所有知道丁家庄秘密的还剩下几个人？就剩城西镇的那个铁舵主，这老狐狸前段时间被蛇口山的张秀才打败，然后就不知所踪了。不过家主，你放心，我迟早会把他揪出来的。庄主救命之恩，属下这辈子都还不清，能为庄主筑基出力，是属下的福气。那13个人的家人，我也已经按您的吩咐给了银子打发走了，没留后患。做得好，这血煞诀本就见不得光，若是走漏风声，不光我丁家庄要完，我也得死无葬身之地。接着，丁庄主又看向赵大王：“你放心，你为我做的这些我都记着。你家里那口子和2个孩子，我绝不会亏待。”庄主，我好像撑不住了，我死了没关系，求您好好照顾我妻儿，别让他们受委屈。你安心去吧，我答应你的事一定做到。谢庄主。来人，把赵兄弟的尸体抬进地洞，然后和那些炼丹的残家一起封了。对外就说赵大王进山打猎，不幸被妖兽所杀。庄主，大王他真的没了。弟妹，姐，赵兄弟的死让我心里也不好受。这银子你先拿着不够，再跟我说。庄主，大王他真的是被妖兽杀的。他平时打猎很小心，从来没出过事。后山最近来了只厉害的妖兽，等过几天我就去把那妖兽杀了，然后给赵兄弟报仇。可是就在3天后，赵大王的老婆却突然暴毙，面色发紫，像是中毒的样子。丁庄主得知消息后，立刻安排人安葬了赵妻，随后把赵大宝和赵小宝也带回了自己的庄主府。你们爹娘都不在了，以后就跟着我过，只要学会了这本功法就能变强，没人再敢欺负你们。你们愿意学吗？我学，我要变强，
然后保护弟弟。我也学。好，但是你们记住，这本功法的事不能跟任何人说。最近叛军越来越多，大家想不想不受欺负？宗族，您说怎么办？我们听您的。我现在实力比以前强了不少，所以我想带你们去安昌县帮着平叛，你们愿意跟我去吗？愿意，愿随庄主。好。几日后，安昌县外10里处的一片树林里，虾仁和司马懿正率领着300多人的队伍休整。司马懿希望虾仁能解县城之围，虾仁虽然不解，却尊重他的意愿。在前往县城的路上遇到了丁庄主一行人，2支队伍这一路结伴而行。虾仁和丁家庄主惺惺相惜，路上聊得很是投机。这狗东西，我辛苦培育的庄稼就被这大鹅逼得提前收割，金丹境界中期也没指望喽，今要把这些大鹅炖了。这些反王头目跑得倒快，剩下的都是些普通庄稼汉，没啥战斗力。刚开始还怕叛军使计，这下见他们溃散，得赶紧出城，把叛乱彻底解决。多谢诸位义士来救，本官一定会上奏朝廷，为诸位义士请功。本官还在县城鸿福楼备了薄酒庆功。虾仁本想邀请姬苍一起去狠狠地吃上一顿，没成想姬苍竟然给拒绝了。我又不缺这口饭，这些人没资格与我同席。哟呵，还装起来了！上次和流鼻涕的小孩分馍吃的确实香啊，那你继续啃干粮吧。我们去鸿雁楼吃烧鸡了。随便吃了点东西后，虾仁就带着手下人出了城，回到城外驻扎的地方。虾仁实在也是想念山上生活，便骑着大鹅就带着人手返回了蛇口山。岂料羽山却不见了人影，连大白鹅也少了好几只，就连自己种在山上的灵药也少了大半。羽山，羽山，你给我出来！这山上的灵药可都是虾仁辛辛苦苦从外面一根一根偷回来的。经常做贼的都知道，偷东西究竟有多难，偷的那一刻有多么提心吊胆。世人只知贼吃肉，却不知贼挨打有多惨。虾仁做了那么多次贼，才辛辛苦苦偷回点家当，一下子就被羽山卷走了。羽山这个天杀的，我当初救了他，现在居然偷我的灵药跑了。主人，我错了，我只是想家了，就回家去看看了。我以后一定好好种地，为主人种更多的地。主人饶命啊！羽山这家伙依旧怂得没边，每次挨打都拼命哀声求饶。近来他已许久未曾尝试逃跑，以至于虾仁对他有些疏忽大意。正是这次山上留守的大鹅太少，才给了他可乘之机。虾仁暴打发泄怒火后，便命一只大鹅衔起羽山，沿着原路径直向蛇口山飞去。主人，你待我恩重如山，我永远是你最忠诚的奴仆。是我叫猪油蒙了心，还想着逃回家看看，又做出违背良心的事。主人，你的恩情我这辈子都还不完。烦死了！行了行了，每次都这一套，认怂倒快。你挖的灵药赶紧重新栽种好，一株也不能少，少一株打断你一根肋骨条子。虾仁看着羽山卖力地干着活，心里一直在琢磨打人经验和到底留不留羽山。以后打人不能打手和脚，因为断了没法干活，肋骨断了虽痛，但羽山有修为，还能坚持种地。算上这次这货都逃10来次了。之前有大鹅看家，一逃就被抓回暴揍，可是这次大鹅全带走，让他逃得最远。如果不留他，那山上几十亩地杂草长得多快，还有一些杂物，杀了他我自己得累死，修炼时间也没了，看来只能留着。我咋跟那些官老爷似的，又想骂又得用，可我是庄稼人，不能学他们。羽山，你累不累啊？这段时间忙，所以对你的关心少了，我以后会注意的。不累，给东家干活，浑身使不完的劲。那苦不苦呀？不苦，能跟在主人身边，我非常幸福开心。冷不冷？山上风大，给你拿了件衣服。不冷，在东家身边，心是热的，数9寒天也暖和。还是加件衣服，山上风大，着凉没法干活。主人，我错了，我狼心狗肺，你对我这么好，我还想逃跑，以后再也不跑了。身上伤还痛不？逃跑就会挨打，以后别跑了，要把这当家。不痛，主人，我以后真不跑了。看来接下来几天得天天关心羽山，让他彻底安心。那些官老爷逼人干活，还骂刁民，但我和羽山这是双向奔赴啊，不一样。平常跟着鸡哥学了点爱民如子，用到羽山身上挺有用。不过日常还得靠大鹅盯着，以后山上要多留一些大鹅才行，不能像这次一样全带走。
恶人还是留给大鹅来当吧。自从上次解了县城之围，安昌县算是暂时平静下来。虾仁心安理得的不再掺和这些官府的事，每天专注于在山上修炼。无论好坏成败，那都是皇帝老儿的江山，天下兴亡与他何干？空闲时便与雨山聊聊天，或是下山与众人聚一聚。转眼间冬去春来，这个春天，虾仁已成长为一个20岁的小伙子。我跟你说，吃苦在前，享福在后，只有吃得苦中苦的人，才能成为人上人。主人，可不是吗？天不亮就起来挑水，每天累得倒头就睡，不过睡的是真香。是只金毛大老鼠，这么肥，够咱俩加个菜了。雨山，把这只老鼠拿过去洗剥干净了，等下分你一条腿。得嘞，那拿着吧。多谢主人。好家伙，这蛇这么粗，怕不是从蛇溪村跑出来的。主人，它7寸在脖子下面。老鹅，再飞低些，我要斩它7寸。看见。这蛇妖肯定能在机舱那卖个好价钱。次日，虾仁带着干辣椒，提着蛇妖尸体，便下山去找姬苍。果然，姬苍还是很有眼力劲儿的。看到虾仁拿来的蛇妖和辣椒，一句废话都没有，就已经写好了欠条。嘿嘿，鸡哥你太客气了，每次都给我写个欠条，怪不好意思的。这小子什么时候也学会说客套话了？我要是不写欠条，今天怕是一块肉也别想吃到。别假模假样的了，帮我搭把手，把蛇皮剥了。得嘞。救命啊！虾仁兄弟，救命啊！叛军追上来了！虾仁大哥，快救救我们！这些反贼杀了我家丁，还抢了粮仓。不久前，两人一同邀请虾仁前往其他郡县平叛立功，但虾仁并未前往。谁料两人竟捅了马蜂窝。如今他们不敌叛军，便逃至虾仁处，还将叛军引至此地。事已至此，虾仁本不想再打，可那些叛军自然不会放过蛇口山。呸！什么玩意儿！我劝你们赶紧投降，不然我不客气了。听说你叫鹅将军，老夫正想会你。既然你不请自来，那今日我就斩了你的鹅。蛮老头，你想独吞咋地？见者有份，这几只大鹅，俺也看上了。本想吓唬他们，没想到一下来了仨。那2挨千刀的货，究竟捅了多大个篓子？惹来这种强敌，今天搞不好整个蛇口山的人都要交代在这里了。鸡哥，救命啊！鸡哥，差不多就行了，那可是3个筑基高手。高手？哪里有高手？你说的是天上的3个傻子吗？哈哈哈哈！黄口小儿，休得猖狂！我看你是存心找死，去死吧！鸡哥，差不多就得了，你悠着点。对付这3个傻子不是简简单单。就在姬苍弹指一挥间，刚才还在天上耀武扬威，觉得自己不可一世的3位筑基高手，此刻已经像死狗一样摔在地上，连一句狠话都没机会放，就已经气绝身亡。来时轰轰烈烈，龙精虎猛；死时无声无息，像条死狗。我去，鸡哥，这么厉害的吗？难不成他的伤好了？快扶我一把！虾仁这才知道，原来姬苍一直摆着这个姿势，不是为了好看，而是不行了。他连忙上前拖住姬苍一只手臂，为了不让人看出虚实，虾仁不动声色，扶着他走到后面休息。鸡哥，你休息一会，接下来就看我的吧。大鹅张嘴，咱们拼一把。对面的小子，快把灵兽大鹅交出来，饶你不死！讲得美，这是老子攒的家业，谁敢抢？老夫劝你别自取灭亡。2个草包筑基也敢瞎叫嚣！好小子，有点手段。老子还有后手，大鹅咬他们，往死咬！在虾仁的指挥下，数十只大鹅迅猛扑向修士。与此同时，在虾仁的牵制下，地面上的叛军正与蛇口山队伍激烈交战。大鹅群与筑基修士仍在空中疯狂搏斗，司马懿则紧握一柄长剑，在人群中专门挑选那些实力较强的叛军头目进行攻击。鲜血渐渐染红了他的银色长发，也染红了他的眼睛。快顶不住了，大鹅再坚持坚持！杀！给我杀！都得死！
14个，饶命啊！别杀我！想当初，司马东为了保命，不惜杀害了自己的亲哥哥，甚至屠尽全族老小。为了前途，他后来死死抱住县太爷的大腿，极尽奴颜婢膝之能事，甘愿充当县太爷的走狗。然而，谁曾料到，在今日的危难关头，县太爷却毫不犹豫地将他推出去挡灾。哼，想活命，做梦！虾人骑着大鹅继续向余下的叛军杀去，不过他还没杀几个人，发现天边又飞来一群筑基修士，脚踩飞剑往这里飞来。这一次起码有20几个人。妈的，还有完没完了？难道水桶了叛军筑基的老窝了？我的好大鹅还能冲啊！叛军哪里逃？启禀邢队长，叛军头目都已经被控制。很好，死的把头割下腌起来，剩下的活口都押回去请功。这一群又是什么人？不清楚，我们来的时候看到他们正在战斗。全部抓起来审问。各位军爷救我，我是安昌县太爷，饶命啊！邢队长，我是州府夏家的人，任安昌县令。原来是夏家的人，那这些又是什么人？他们全都是乱臣贼子，都是叛军。呵呵，你们这几个狗东西，任你们实力高强，在朝廷大军面前也是土鸡瓦狗，正好趁这个机会把你们全都除掉。你血口喷人！我们是守城的，为了对抗叛军，跟他们死战。明明是你临阵脱逃，现在还敢诬陷好人！将军，我们可都是守法的良民啊！胡说！本官作为一县之父母，向来爱民如子，一心为公，只有公敌，无私仇。将军明鉴啊！他们就是叛军。虾人刚想再辩解，就见邢队长一挥手，士兵直接把他们控制起来。只见县令眼神往人群一看，示意一个士兵站出来说话。他就是他司马家族，一切恶事做尽。他修炼邪教功法，还勾结叛军，与叛军里应外合，打伤衙役。放屁！你这个小人！闭嘴！叛军就该乖乖跪下。大胆！你为何不跪？我跪天跪地，跪过龙兴圣皇帝，你也配？这人面如冠玉，唇红齿白，跟那些泥腿子改行的叛军是截然不同的。可富贵人家有钱有粮有资源，还可以做官，日子过得别提有多舒坦。难不成这小子是个傻子？既然你说你是陈胖子的人，他人在哪里？让他来见我。就你还不快去请？鸡哥，你如果是虚张声势的，我建议你现在骑着大鹅赶紧走。哼，你同我安心等着就行了。吾乃皇家禁军，奉令平叛。参见齐王殿下，属下来迟，还请齐王殿下恕罪。此刻，虾人感觉怀里的欠条有点烫手。相比虾人，现场最难受的还属县太爷。他这一脚不是踢到了铁板，而是主动把脑袋往人家刀口上撞，撞得头破血流。这啥情况啊？完了，全完了！叛乱平息了吗？回齐王殿下，青州的叛乱已经被肃清，至于少数贼首还在逃窜。我这里也没什么事，不耽误你们干活了，该忙什么就去吧。是，属下遵命。饶命啊！都是误会，小人受了奸人蒙蔽，误听谗言，小人有眼不识泰山，求齐王殿下把小人当个屁给放了吧。都是他说的，小人都是被此人蒙蔽，才把齐王殿下误认成反贼，都给我抓起来带走。队伍此次与叛军的激战，蛇口山这边同样伤亡惨重，总计3000余人的队伍往西扫荡整个安昌县时，几乎未损一兵一卒。而此番大战却导致数百人阵亡，1000余人受伤，余部也皆带伤在身。原本的42只大鹅，如今仅剩8只。此地战事暂告一段落。虾人立刻带着大鹅飞奔回了蛇口山。到了山顶上，让他很意外的是，羽山这次竟然没有逃跑。主人，您可算平安回来了。我在山上守着灵草，心一直悬着。您看，我脱这身响亮衣服，够结实不？够粗够长，可咱山顶晾衣绳够用，别费这劲，干活去吧。这火灵草是筑基丹主药，如今筑基修士跟蝗虫似的，之前是有鸡汤住在山脚，没人敢飞越蛇口山。等他一走，蛇口山哪藏得住这些宝贝？鸡哥，哦不，齐王殿下，你小子装什么装？现在咋不喊鸡哥了？草民不知是齐王殿下有眼无珠，罪该万死，就是再给草民100个脑袋也不敢了。装啥装？你是不敢还是不愿意？
你要是怕，之前就不会敲诈本王写欠条。齐王殿下明鉴，草民不敢留，还给您。君无戏言，本王写的欠条，你敢不收？之前说的战利品拿着，难得还有人敢让皇族开欠条，都留着吧，一粒丹药也不会少你的。谢齐王殿下。虾仁得到姬苍的承诺，终于把提着的心放回肚子里。战利品姬苍也没要，直接送给了虾仁。虾仁得了好处，摘了一大篮子的红辣椒回送给姬苍。这样一来一回，相处了几次，气氛终于轻松了许多。那县令在狱中乱攀咬，说你们是罪民，本王身份暴露，虽能通镇国君得知更多消息，可司马懿一族贪赈灾粮至民变，这罪恐怕是铁板钉钉。我自知罪大恶极，甘愿临死。先不用着急，你顶多算是从犯，我师父兴许可以帮你。这2天我打算回京，你们要不要一路？我愿随齐王殿下进京，戴罪之身科考无望，但跟着您，或许能圆一国梦，哪怕粉身碎骨。虾仁，你呢？我就是个种地的，京城纳地界高手云集，我这点本事去了连塞牙缝都不够，而且春耕要到了，有粮才能养蛇口山众人。真不缺，这可是改变命运的机会。虾仁，京城能见识大世面，别错过。齐王殿下，鸡哥，我好奇问一下，你以后会继承皇位吗？我父皇青春正茂，如今才1800多岁，传皇位之事还早得很。那你得等多久哦？等也轮不到我。我父皇一共生了99个儿子，最大的今年也有1000多岁了，我最小才20多岁，有98个兄长在前面，无论如何也轮不到我。算了，我不去了。蛇溪村这么多人，这么多田地，舍不得啊！这么好的机会，你真不去了？这里的百姓还等着吃饭了，我还是不能走。行吧，既然你心里放不下这里的百姓，我也不为难你，以后有什么事就去京城找本王。好的，到时候你可要好好款待我啊！几日后，姬苍带走了司马懿，司马懿顺便拐走了小儿子。临走时，姬苍送了虾仁2份大礼，一是原来县太爷的良田，二是一份修炼秘法，名为9重筑基。虾仁决定既要好好种地，又要好好修炼。雨山，你辛苦了，注意休息啊！不累，能给主人干活是我的荣幸。这时，虾仁发现地里的灵药少了2株。雨山，2株灵药咋没了？昨日还在这田上。主人会不会是大鹅吃的？虾仁看了看上面，并没有大鹅啃咬的痕迹，失望又愤怒地看着雨山。雨山，不要把所有事都推给大鹅，你说实话，是不是你偷的？真的不是我啊，主人，我对您一片忠诚。我跟你说过很多次了，要把这里当自己的家一样，你为什么就是不听呢？主人，我真的把这里当作家，从来没有小偷小摸过。大战过后，鹅群总数只剩下8只，且都有负伤，特别是鹅王，一身的毛都快要掉光了。虾仁想着法子给大鹅们调养伤势。老鹅啊，上次大战你为了咱们拼命，真是辛苦你了。来吃了这丹药化的汤，好生补补，以后守护蛇口山还得靠你呀。东家，咱这大鹅就剩8只了，他们又不爱下蛋，以后要是又有大战可咋办啊？不知道咋回事啊，一个个脾气多暴躁的，怎么不谈个恋爱？要不咱把他们一公一母单独关一起培养感情？算鸟，这种事强求不来的。之前说世道不太平，如今太平点了，应该有心情恋爱了吧？对了，东家，我有好消息告诉你，铁荆棘种子成熟了。等这么久，终于成熟了，有种子吗？拿给我看看。我知道东家要，专门拿来了。东家，这要是缠我身上，那不得青一块紫一块的。你不用紧张，你是我的家人，这种荆棘都是用来对付外面敌人的。对了，你之前说想回家看亲人，现在咋想？家里几口人？要不我跑一趟接他们来？东家，我现在不想家了，男子汉志在四方，跟着东家，我过得好，不想回去。是我平时疏忽，没多关心你。你要是哪天想接家人，别客气，我亲自去。东家好意我记着，真不惦记家，这就是我的家。好吧，既然你这么有志气了，我也就不勉强你了。我出去一趟，你看好家。好的，东家你放心，人在山在。虾仁去了一趟县城，用于炼制培元丹的辅助药材早就用完了，要去县城买一些。另外，丁庄主走马上任新县令，邀请虾仁去县城里见面，说是有重要事情商议。战乱后，青州城这副模样，
以前春耕时热闹得很，现在官道长满杂草，野兽比人还多。丁青天一来就开仓放粮，咱苦役子总算要熬出头了。是啊是啊，丁青天就是咱的活菩萨。恭喜丁庄主荣升县令，这才上任就开仓放粮，百姓们都念您的好。夏邑兄弟来了，大乱刚过，县城一堆烂摊子，我这新官上任，最重要的得先让大家活下去啊！我有事和你商量，随我来。丁县令领着虾人进了县衙，走进一间客厅之中，房间里已经到了几个大地主。让诸位久等，今天请大家来，是想让安昌县重新热闹起来，想大家一起想想法子。丁青天有什么吩咐尽管说，我们一定全力配合。是这样的，经历这场大乱之后，整个安昌县人口锐减，食不存一。我作为一些父母官，每看到这种荒凉的场景，都忍不住凄然泪下。是呀，这一战过后，死的死，伤的伤，我家的地如今都找不到人种了。对啊，要致富，没有人说万万不能的。我想为安昌县百姓做点事，重现安昌县往日的繁荣。丁青天真是难得的好官呐！但这件事情做起来很难，需要大家一起齐心协力。丁青天，您就只管吩咐。有2件事：一是请各位地主给佃户减租，朝廷免了青州3年赋税，这时候减租，佃户能吃饱，才有心思生孩子。只要几年人口就能翻倍，咱安昌县肯定又能繁华。没问题，我们减，再不减，地都没人种了。感谢大家来。这第2件事嘛。我知道各位走南闯北，现如今各地战乱，如遇到其他地方的穷人、流民、乞丐，都可以带到安昌县来，只要能带来人口，县衙都有奖励。这更没问题了，只要能让安昌县重回往日荣光，这县衙的奖励我可以不要。丁县令这法子好，安昌县遇到您这样的好官，复兴有望。我就是个庄稼人，把经营县城当中庄稼，主要还得靠诸位扶持，这县城才能好起来哦。丁县令向众人拱手道谢，把大家送到衙门外。安昌县未来可期，所有人都充满了干劲。虾人从县衙出来后，到黑市里转了一遍，这里同样冷冷清清，勉强买到一点药材。下次得去3阳郡城，那儿物品肯定丰富些。机舱临走说的驻机单，还得亲自去领，而且得登记名字，抽空要跑一趟了。虾人骑着大鹅回到蛇口山，先看了一眼雨山，人在地里踏踏实实干活，又习惯性的看了一眼田里的灵药，一眼就瞅见少了2株，脸刷的黑下来。雨山，你给我滚过来！这灵药怎么平白无故少了2株？我走的时候还好好的，出去一趟就没了。主人，真不是我偷的，我一直在好好干活。不是你能是谁？以前你挨打就乖乖交代。现在学会嘴硬了是吧？真不是我，我揍你不是为了出气，是让你记住别再犯糊涂，再敢偷吃灵药，下次打得更狠。县城回来后几天，虾人忙碌地组织大家春耕。1年之计在于春，很多庄稼错过了春天，就只能等到明年了。安昌县这么多空地，佃户根本不够用，还好前年心软，救下那2000多个会武的人，不仅打仗时能冲锋，种地时1个顶3，拉犁比牛还快。虾人刚从地里回来，就被一群乞丐挡住了去路。最前面的狗剩子脏兮兮的手扯住虾人裤脚：“东家，我们想卖身给您当奴仆。”这不是阿虎家的孩子吗？你爹娘呢？爹和叔伯们出去就没回来，我娘带着妹妹改嫁了，换了吃的被我吃完了，我们几个没出去。东家，您收下我们吧。行吧，每人给1担谷，去秋月那儿报道，以后好好过日子。这灵药打自己飞起来了，终于找到偷灵药的了，害得我白白挨了一顿暴揍。给我追，我们去抓住这偷灵药的贼。你这蠢儿，没看见灵药飞跑了吗？我得抓住偷灵药的贼，不然主人回来又要揍我。大鹅收到虾人的命令，要看守好雨山，绝对不能让他逃跑，所以对要做贼的事一点不感兴趣。你这笨儿，你没看到又有灵药飞起来了吗？你再不去追灵药，都要被偷光了。救命啊！主人救我，大鹅疯了。雨山，你又想偷灵药逃跑？先前的教训还不够，屡教不改的东西。主人，真不是我偷的，
我冤枉啊！哼，这山上就你一个活人，灵药平白无故少了，不是你偷的能是谁？再敢有这心思，绝不轻饶。主人，我真没偷灵药，刚才我在地里除草，就看见有一株灵药突然自己飞到空中，我发誓真不是我偷的。你说灵药自己飞上天，这种鬼话谁能信？大鹅不会说话，你就想着编瞎话糊弄我是吧？真的，我对天发誓，我要是说谎，天打五雷轰。行吧，你继续干活去，要是再丢灵药，不管有没有你的事，都唯你是问。虾仁站在田埂上，看着眼前的农田，想着10几万亩田地，要是年年都能丰收，每年都有几10万担粮食，也能腾出人手去荒山上种树，再找人去修个水库。这培元固本丸可真是好东西，东家把这些东西都分给大家吃，大家的修为长得可真快呀！东家把这么重要的事情给我做，我一定好好干，努力干。就在雨山埋头努力搓丸子的时候，面前的一粒培元固本丸突然飘了起来。哎，药丸咋自己飞起来了？这也没什么特别呀，怎么还会飞呢？我靠，见鬼了！我得告诉东家去。雨山拔腿就往虾仁睡觉的食物跑，想把这会飞的丸子拿给虾仁。东家，快来呀！我抓到丸子了！大惊小怪的干嘛呀？我正睡觉呢。主人，我找到偷灵药的贼了。哪儿呢？贼人是谁？刚才真的出现了，我正在那里搓药丸，然后就看到一粒药丸漂浮到空中，那个贼人是看不见的。你又在骗人，哪有什么看不见的贼？真的，我没骗你，真的是看不见的。哎呀，行，那你给我盯紧点，再有什么发现立刻喊我。好，等下次丸子飞起来，我又叫你。在接下来一段时间里，雨山又好几次看到药丸自己飞起来，但每次他把虾仁喊出来的时候，又什么都不会发生。虾仁只能猜测，或者是雨山骗自己，或者是那个小偷看到他就躲起来了。接下来的一段时间，虾仁也长了个心眼，连睡觉都睁着一只眼睛，仔细留意外面的变化。这一天，雨山正握着锄头给灵药除草，突然田中央最饱满的那株灵药竟脱离泥土，飘向空中。主人，又飞起来了，快来呀！灵药越飘越高，雨山转身正想跑去找虾仁，发现虾仁正站在身后。雨山啊，之前错怪你了，这贼没留实体痕迹，隐身符可做不到，本体若在，灵药周围咋连根毛都没有？瞧，灵药往山顶飘了，咱追！虾仁带着雨山和大鹅追着灵药到了山脚，灵药顺着山泉水流飞进了洞口里。雨山，你身子小，能爬进去不？主人，要不算了吧，我已经原谅这个小偷了，这洞我就不进去了。雨山，咱得揪出偷药的，这是责任，我在这守着，你进去探探，要是有啥发现，赶紧回来报信。雨山勉强挤进洞口，没走2步就感觉无数双眼睛盯着自己，走了一会后，直接在石头上坐下，困意上头睡了过去。雨山，怎样？看见偷药的贼了吗？没看见，但是里面好多蛇，我跟那些蛇妖战斗了大半天，还被蛇咬了。好样的，雨山！都是主人平时教导得好，我只是出了点微不足道的力气。我是主人最忠诚的奴仆，主人只让我往西，我绝不往东。今天干得还不错，天色快黑了，我们先回去，明天再来。虾仁夸完雨山，就带着他飞上蛇口山顶。结果接下来几天，虾仁都带着雨山前来查探。雨山每次都找个地方美美的睡半天，然后出来绘声绘色说跟蛇群恶斗。接连几天查探都没有进展。算了，雨山，这贼人甚是狡猾，我们没工夫在这里浪费时间了。山上的田都要长荒草了。就在虾仁准备带雨山返回蛇口山时，眼看着远处一颗灵药晃晃悠悠地飞了过来，越过虾仁和雨山的头顶，直直飞进洞里。好家伙，得寸进尺了，简直欺人太甚！今天我非把你老巢掀了不可。我们走。虾仁提起重剑，神识全开，小心翼翼地往前走。进洞后路越走越宽，往里没走多远，看到了让他毛骨悚然的一片蛇群。雨山，前几日你都是和他们战斗吗？主人你小心啊，他们可厉害了，我和他们过招，基本和筑基的水平相同了。我没恶意，但偷灵药的是谁？得给我个说法。这么多的蛇就睡在我们山脚下，要是哪天都醒过来跑我们山上去，把我们都吃了都不知道。怕什么？你住的就叫蛇口山，有蛇不是很正常吗？
不过你看这些蛇，虽说已经有了点灵气，但是还没到能化身成人去偷东西的份。这里应该还有其他人。说话间，虾仁看到一个蛇的嘴里含着灵药。你看那蛇嘴里含着灵药，分明是有人偷了灵药给大蛇吃，促进大蛇复苏。是谁要养这么多蛇啊？出来吧，我知道你藏在暗处，能不能出来谈谈？山洞里除了蛇吐信子的声音，没有人回应。你偷了我的灵药，再不出来，我就杀你的蛇了。你是觉得我不敢吗？你想干啥？要说什么话吗？雨山跟紧我，这叶子周围没有任何实体，不知道是什么神通。叶子带着虾仁沿着小道往前走，来到一扇长满了青苔的门前，叶子顺着一门缝钻了进去。虾仁犹豫了一下，推门而入。出来吧，领我到这里干什么？虾仁刚靠近这具神秘的尸骨，忽然脑海里浮现出一段别人的记忆。他看到一个2、3岁的小男孩在山林哭泣，一个人身蛇尾的女人出现，抱走了这个小孩。女人把小男孩抱回家抚养，还教他修为。女人叫小男孩许峰，小男孩叫女人师傅。许峰是上次姬苍说敢要皇族给打欠条的那个人。虾仁在这段记忆中看完了女人教导许峰修炼的每一步，从2、3岁到20岁，女人教给许峰的每一步都被虾仁记在了心里。我这一瞬间好像度过了许峰的前半生，许峰的半生学识都被我掌握了。虾仁从记忆的影像中缓过神来，因叶子的异常举动燃起了探究欲。我说灵叶啊，你到底啥来历？偷我灵药时倒是干脆，现在总得给个说法吧？有能听懂？那我问你，是没法现身跟我说话不成？以后上下点算式，左右摆算否？我把这玉尺带回去研究研究，行不？那你偷灵药是想复活山洞里那些蛇？你和这白骨啥关系？你这又点又摇的什么意思？你是说和他有关联，不是他本人？你是他生的儿女？你是许峰？那你和许峰有仇？和你可真难交流啊！那你偷我灵药，就是为了让那些蛇复苏吗？那你以后不要再去偷我的灵药了，行吗？你还要继续偷？你看啊，咱住一座山，好歹是个邻居吧？你要复活那么多蛇，跑出去伤人咋办？你这不肯定也不否定的，我怎么知道你干嘛？我跟你说哈，咱就交个朋友，你别偷我灵药了成不？我往后才要多分你点灵气足的，咋样？你真的是油盐不进呐！你有本体吗？我去哪儿可以找到你？我真的是对牛弹琴，什么都问不出来。哦，你是说你就住在这下面？以后我随时都能到这里找到你，我们一定会成为好朋友的。行了，我今天就先回去了，过几天再来找你。这几天别去我山上偷灵药了。叶子左右摇摆，表示还是要去。虾仁也是无奈的摇摇头。算了，要去你就去吧，我得先回去搞清楚这山洞到底是怎么回事。虾仁离开山洞的时候，无意间看到洞中刻着几个字：许峰求蛇妖于此。这个许峰究竟是何许人也？虾仁回到蛇口山几日后，都在回想当初在山洞里看到的回忆。每当他拿起玉尺，那些记忆就会不自觉地浮现在脑海里。玉尺中记录的都是那个人手蛇身的女子与许峰生活中的点点滴滴，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，全都是生活中温馨的小细节。看着人家的生活，真是羡慕啊！我就每天只能看着雨山那张皱巴巴的脸，哪有半点温馨？以前还有媒婆来说媒，现在一个都没有了。黄老财家二闺女都早嫁人了。断断续续1个月的时间，虾仁看完了记忆里2人完成大婚的事，后面的事情就没有了。这也没什么特别的啊，除了学到一些修仙的知识，什么怪事都没有。到底是为什么要让我看到这些呢？关于那个小偷也是没有头绪。要不我去三阳郡走走，那里能人多，说不定有人知道大蛇和许峰的事。家人安排好山上的事宜，骑着大鹅直奔三阳郡城。到底是郡城，比安昌县气派多了，城墙又高，路又宽。我找杨挺，帮我通报一下。守门人老老实实进去通报，随后一位青色长须的青年走出。您就是虾仁兄吧？接王临走特意吩咐过您的事，等你好久。路上事多，耽搁了。我今天来领个筑基丹。
虾仁跟着杨铁进了书房，两人相对而坐，桌上摆着韭菜与朝天贡辣椒。虾仁兄弟看着年轻啊，我应该比虾仁兄弟虚长几岁。你要是不介意，称我一声杨兄就好。杨兄，你太客气了，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这次来给你带了点土特产。虾仁说着，掏出一大包干辣椒送给杨铁，算是见面礼。朝天贡辣椒对于修仙者来说不算贵，但胜在名气大，皇族的人喜欢吃，因此很受官员们的追捧。多谢虾兄弟了，虾兄弟真是太客气了。话说虾兄弟终于来取这粒煮鸡蛋了，我都快守不住了。啊，杨兄，你不是三阳郡最大的官吗？还有谁能从你手上抢丹药？我这只是明面上的，这真正能说上话的其实是青州太守夏明远。他们夏家数代经营青州，郡府里外连掏大粪的都是夏家的人。这夏家一家独大，夏家这是要造反，朝廷难道不知道吗？造反倒不至于，就是占尽有水，把青州当成自家后院。夏家这么多人，青州这点好处够分。是啊，青州这点肥油根本填不满夏家的胃口。我这郡守想干点实事，都得看夏家脸色。你那煮鸡蛋要不是借着齐王的名头，我还真难给你保住。好吧，等下我就把这粒丹药领走。对了，杨兄，我还有一事相求。虾兄弟但说无妨，只要是我能帮到的，绝不含糊。虾仁把之前在蛇口山下山洞里的事告诉了杨铁。杨兄，你见识广，你可知道那是怎么回事？那说的大蛇和许峰，我倒是不曾听说。不过你描述的山洞里的纹饰，像是法阵的纹饰，用于法器中枢控制的。你说在蛇口山，或许那下面藏着厉害法器，不过我也不太，你自己多留心。多谢杨兄，我记下了。那咱这城里有没有类似黑市那种能交一些稀罕物的地方？你倒是机灵，你若想去，我给你指条路，不过小心为上，黑市鱼龙混杂。咱们先吃，等下我先带你去取丹。两人酒足饭饱后，杨铁带着虾仁去取丹。官府的炼丹房就在郡府衙门旁边，只有一道不起眼的小门。这里面都是些炼丹师，他们都是由朝廷统一培养的。炼丹房的所有经费和资源也由朝廷统一提供，不受地方官府限制。炼丹师在整个王朝的地位都很超然。炼丹师可真厉害啊！这是虾仁来取筑基丹，名册手续都齐备。筑基丹珍贵，一人自能取一枚，并且服用后无论成本都要到郡府备案。若未经登记擅自筑基，按邪教论处。明白，一定照办。收好，这是你踏上修仙路的关键一步，莫要辜负。多谢主事。拿到单只是开始，后续还有登记流程，你得去下主簿那备案，证明你是合法修仙。就在两人说话时，撞见了迎面走来的下主簿。巨兽大人，不知您过来。你是安鲁县前太爷，当初因诬陷我被贬，怎么在这？多亏巨兽大人恩典，念我平叛有功，从轻发落，如今在郡府做小吏。既然在郡府当差，就好好做事。虾仁此次取丹备案，你按规矩办。是，一定办妥。虾仁，你服用筑基丹后，需在书册签名画押，盖上手印，才算走完流程，成为官方认可的修仙者。往后在官场修仙都得守这些规矩，有好处也有约束。你若遇到难事，可找我。多谢杨兄关照，我明白分寸。取完丹后，虾仁按杨铁指引找到黑市，进了家类似安鲁县药铺的小店。虾仁在黑市里寻了一角落，随后小心地取出2个装着2粒培元丹的小玉瓶，摆在面前的地上，准备摆摊售卖。来往的行人很多，却没有人为这2只小瓶子而驻足观看。瞧瞧咱这法器，好用不贵啊，客官看看呗。虾仁终究还是年轻，脸皮薄，没好意思大声吆喝。他想了一下，用木板在面前的石板上写下培元丹3个字。这丹药是稀缺物品，只有官府的炼丹房才能出品，我就不信没人好奇。真是培元丹，官府炼丹房出品，稀罕物件。没错，炼气期修饰，服用效果好得很。咋卖啊？1枚3块0石，这丹珍贵，就2粒。兄弟，我们凑了3块0石买1粒成不？行。快看，下马长来了。都尉府的人，惹不起，惹不起，咱快走。这位爷，用神识看就行，手碰坏了丹不好说。3块0石，少1文都不行。您要是仗势欺人，我可不惯着。什么玩意儿？别给脸不要脸！你知道我是谁吗？这黑市，都尉大人也能管上一管。不过是个马夫，别拿主子威风压人。
您炼气5层，我炼气6层，而且您口臭，离远点。你给老子等着，有你好果子吃。培元丹3块灵石，仅剩1粒。算了，不卖了，有这几块灵石，暂时也够用。你的培元丹除了我，谁也不会买，还想跟我斗？狗东西，你今天踢的不是我屁股，你踢的是都尉大人的脸面。咱们走着瞧。经这一闹，没人敢再来买剩下的丹，虾仁无奈只好寻到百断阁。老伯，晚辈想炼气，特来请教。小友想炼何物？想融了这些，炼一柄重剑。晚辈材料不够，不知这些可否当材料？你再添50块灵石，老夫帮你炼。老伯，灵石不够，用培元丹抵成部。官府炼丹房的丹珍贵着呢。行，5粒培元丹抵材料差价，再给老夫些时间，帮你炼出称手重剑。老伯，这熔炉符文有啥门道？此乃聚灵引火符文，能汇聚灵气，让炉火更旺，熔铸法器更顺畅。此剑重240斤，好用的很。多谢老伯。主人，你可算回来了，几天没见，我心里都发慌。雨山，辛苦你守山了，要不是你，我回来的乱套了。那当然，不过主人，那个小偷又来偷灵药啦，我发现后大战一场，抢回好几株，要不是大儿拦着，我准把他抓住。没事，以后有的是机会，我争取让他也融入咱们大家庭里，感受温暖。虾仁回到山上休息了一天，养足精神，便又独自下了山，钻进了蛇洞之中。经过那一群蛇的时候，他驻足看了一下，跟他离开的时候差不多，只是被偷下来的灵药都是一些还没有成熟的幼苗，里面蕴含的灵力有限。朋友，我来找你聊聊，这房间是法宝部。还以为有法宝，这几天激动的连饭都多吃了好几碗，结果白高兴一场。我再问你，这一块刻满符文的玉石地板究竟是不是法宝中枢？突然，虾仁回忆起几日前百断阁老者所言，比如有一种方法叫做血炼法，就是用自身的精血不断的喂养法宝，慢慢的跟法宝之间产生联系。想到这儿，虾仁决定一试。管他的呢，试一试，万一成了呢？哦不，真他娘的痛啊！虾仁转眼看到玉石地砖果然能够吸收，便卯足了劲继续放血，一直放到他感觉头晕脚软，实在坚持不住，这才止了血，开始后施展回春术疗伤。放完血之后，他头晕脑胀的走出这个山洞，回到山顶上睡了好几天，才回过一点精神。这几天里，他每一顿都是大鱼大肉的拼命吃，可看起来仍然脸色苍白，脚步虚浮。但他稍稍恢复一点之后，丝毫没有保留，又主动去玉石地板那里放血，连续放了几次血，都被玉石地板吸收的一干二净。到现在，他的意识中真的能感应到一个模模糊糊的东西。这傻子天天跑来放血干啥？自虐吗？趁他放血偷2株灵药喂蛇。是那小偷。随着虾仁不停的放血，他跟蛇口山之间的联系也越来越紧密，对于绿叶子小偷的行踪也看得更加清晰了。这个小傻子怎么总是往这里浇血？这么傻还想跟我交朋友，把我睡觉的地方都弄脏了。等大蛇醒来，我就让大蛇咬他一口。傻子，你要是再喊我傻子，我就往你这里吐口水、撒尿、拉屎。啊，小傻子，你是在跟我说话吗？真的是你，你能听到我说话，太好了。我说了，别喊我傻子，再喊我傻子，我就弄你。好了，以后我再也不喊你傻子了。大聪明，你什么时候能听到我声音的？我有名字的，大名虾仁，修仙界人称极恶大将军。我的好朋友雨山最喜欢称呼我为主人，所以你叫我主人也是可以的。啊，主人吗？这种称呼感觉怪怪的。一个称呼而已，不必太过在意。好的，虾仁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应该叫长灵儿吧，因为玉石床上那个蛇人的名字便叫做长灵儿。我继承了长灵儿的大部分记忆，但却又不是同一个人。现在的我是他死后还没完全消散的魂魄，只是这已经完全跟法宝融合，成为器灵一样的存在。我也永远无法离开法宝。不过你如果能给我灵丹，助我复活大蛇，我保证他们不咬你。这些蛇都听你的话？对啊，这些蛇以前都会听长灵儿的指挥，所以现在也会听我的话。你看，你真厉害，你的蛇宝宝也好聪明。可是还有那么多的蛇宝宝醒不来，他们都快要死了。你和山上那个怪人都不让我偷灵药，不让我偷灵药救蛇宝宝。偷东西是不对的，你看这样好不好？你和我成为好朋友，
我们就是一家人了，以后不用你去偷，我拿一些灵药下来给你。真的啊？这么好啊？那我要和你交朋友，我要和你成为一家人。那当然，成为一家人就应该相互帮助的。既然咱们是一家人了，以后就应该相互帮助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那以后如果来了坏人，是不是应该让大蛇出点力，把坏人咬死？对对对。你看大家都是一家人，有福一起享，有活肯定大家一起干，你说对不对？对对对。我看大蛇每天闲着也是闲着，要不让他们去山顶帮忙翻地、除草、拉石磨，这样还能锻炼身体，你说是吧？对对对。趁着长灵儿这会很开心，虾仁试着提出了一大堆要求，谁曾想他全都答应了。地上的长蛇还听不懂人话，但却能从虾仁的眼神中感受到了浓浓的恶意。趁着长灵儿没有指令，长蛇便悄悄地溜走了。这天，蛇口山顶艳阳高照，可虾仁却虚弱地瘫在椅子上，一副重度肾虚的样子。你这条大蛇怎么笨手笨脚的？刚才一块石头差点砸到我脚上了。虾仁，蛇宝宝帮你耕了5天地，累瘫6条大蛇，那你答应的灵药呢？哼，再不给我自己偷。长灵儿，你这就不对了，一家人相互帮助是应该的，你就不能太计较得失，那样会显得很见外。再说了，灵药都是土里生长的，不好好种地，哪里来的灵药呢？对不起啊，可能是我太着急了。这就对了嘛，知错能改还是好孩子。你有零食咋不早说？早知道以前不偷灵药了，亏大发了。给大蛇吸收灵气，你看这块灵石先给谁用？好，一家人就该这样。师傅，我打听到筑基丹的详细消息了。这次郡府衙门放出的筑基丹得主是咱们老熟人虾仁。没想到竟然是他。是啊，他一个喂猪的，凭什么能比我混得好？师傅，咱们得先下手为强。他没什么实力，主要是靠那几只大鹅。我弄了几张隐身符和敛息符，咱们得手之后就逃。你干得不错，事成之后，我绝对不会亏待你的。徒儿，你在这里接应，我自己上去就好。大胆毛贼！好小子，有点本事，不过你护不住筑基丹的，咱们走着瞧。